推开封印的禁忌重门，门后竟飘落着漫天血红花瓣，而真正的伯爵千金早已被吊死在深树之上。那如今活下来的他，究竟是什么可怕的东西？伊万杰林发现自己穿越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究竟是怎么死的。在他仅存的记忆里，自己以前身体一直很好，绝不可能死于某种疾病，既没有工作导致的过劳死，也没有碰上转生大咖车，看来只能是在睡梦中猝死的了。虽说如今流行穿越，但这未免也太随便了。不过既然来都来了，当务之急还是了解这具新身体。偏偏原主离世时，他直接在人家的葬礼上借尸还魂，周围人看他的眼神宛如活见鬼。尴尬至极的伊万杰林不知如何收场，索性直接摆烂，当场问向旁人自己叫什么名字。因为在葬礼上死而复生，他昨天被神父和医生盘问了整整1天，只能装傻喊着一概不知。如今回想起来依然头疼，干脆将此归为误诊或医学奇迹。更棘手的是，他脑海中完全没有原主的记忆，甚至不清楚自己穿越到了哪本书里。毕竟生前看的是一本武侠小说，对眼前的虚幻世界毫无参考价值，只能暂时走一步看一步。既然想不起过去，伊万杰林决定彻底用失忆做挡箭牌。所幸有个女仆愿意配合，他借机打听到这具身体的全名叫做伊万杰林·罗汉森。虽然穿越2天依旧不了解原主性格，但结合搜集到的线索，他对这个世界有了全新的推断。伊万杰林推测自己大概穿成了恶女故事的主角。府里仆人一见到他救下的瑟瑟发抖，甚至有人当场晕厥，更有年轻女仆哭着叩头求饶。看着众人避之不及的模样，他忍不住暗暗吐槽：原主从前究竟是有多恶毒？况且他这双血红色的眼睛，在奇幻小说里向来是不祥与暴躁的象征，难怪原主落得如此遭人嫌弃的下场。他恼不起言情小说的标准套路，期待能遇到夸她漂亮的帅哥。然而现实无比残忍，死而复生这么大的动静，那位伯爵父亲居然一次都没露面，显然原主一直极受冷落。在小说里，父亲要么是溺爱狂魔，要么是把妻子死因怪在女儿头上的渣妇，自己显然抽中了糟糕的后者。为了摸清世界背景，他向女仆打听是否有皇太子、大公或圣女，甚至询问自己是否有未婚夫。女仆颤抖着回话，他不仅没有任何未婚夫，皇太子还是个带着2个孩子的遗孀中年人，所谓的北境大公与圣女更是根本不存在。见女仆吓得战战兢兢，伊万杰林不好意思继续逼问，转而打算翻找原主的日记，却尴尬地发现自己完全看不懂异界文字。在他为文盲身份犯愁时，身后的女仆误解了他的神态，急忙承诺明天就去采购识字课本。还没等他开口叫住，对方就已经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趁着女仆跑开的空档，伊万杰林开始在府邸中四处搜寻。他翻遍了自己的卧室、浴室和会客室，却连日记的半个影子都没看见。一筹莫展之际，他想起女仆曾提及府内有一处禁忌房间，平日里严禁任何人踏入，日记极有可能藏在其中。他当即取出钥匙，缓缓拧开了那扇紧锁的重铁门，门缝间透出诡异的紫色光芒，地面上竟横着一滩暗红血迹。这扇铁门沉重无比，他使劲往外拉拽，大门陡然洞开，让他猝不及防重跌坐在地。尚未等他起身，门内的景象便让他彻底呆立当场。门后根本不是什么寻常书房，而是一片幽暗神秘的未知森林。虚空中源源不断的飘落着数之不尽的血红色花瓣。在这片诡异森林的深处，一根粗大的绞索正高悬于树枝之上，绳索的另一端赫然吊挂着一位银发少女，那正是罗汉森伯爵家的独女伊万杰林。真正的她早就惨死在了这里。伯爵府对外宣称她是因病离世，但目击过现场的仆人们永远无法抹去脑海中的诡异画面。伊万杰林苍白的双脚悬空吊挂在盛开的树枝下方，随风僵硬地轻摇晃。那天的花朵红得刺眼而邪门，空气里甚至弥漫着奇异的香气。仆人们抬着填满花瓣的棺木，仓促操办了这场遮人耳目的葬礼。这场葬礼办得简陋至极，为隐瞒真相，伯爵家借口传染病，回绝了所有贵族的吊唁。灵堂现场除了本府仆役与几名侍卫骑士，再无半位来宾外人。分明是丧事，却无一人落泪悲伤。空旷的大厅内弥漫着诡异压抑的死寂，唯有神职人员守在棺前，低声喃喃念着晦涩的祷文。在死寂的灵堂中央，突兀响起一阵刺耳的沙沙一响，正在念咒的神职人员骤然收声，那动静犹如枯骨在剧烈摩擦，又夹杂着木材崩裂的吱呀声。原本站立的仆人陷入骚乱，绝望与恐慌瞬间蔓延。在众人的惊恐瞩目下，棺木内部传出剧烈异动，躺在其中的伊万杰林，一头如瀑般的纯白长发暴涨蔓延，宛如一根根拉伸延伸的诡异蛛网。紧接着，早已断气的尸身缓缓睁开了血红色的双瞳，那双血红瞳孔毫无宝石光泽，竟宛如一颗活生生跳动的心脏。被视线锁定的仆人吓得屏住呼吸，直面怪物的恐惧，甚至逼得人产生自我了断的绝望。神职人员疯狂向神祷告，却毫无回应。而后，那具复活的尸首开始僵硬地活动起关节，他攥紧双拳，僵硬地扭转脖颈，动作极其诡异不自然，宛如非人存在，正艰难驾驭着陌生肉身。在熟悉躯体时，他嘴角咧出一抹诡秘的微笑，并在心底发问自己究竟叫什么名字。随着孔雀羽毛纹路在周遭虚空蔓延，夺舍了肉身的异类存在，彻底完成了对新容器的掌控适应，彻底占据了这具郊区的神秘存在，露出了无比满意的邪异微笑。伊万杰林起身后打量着四周，发现门缝下的红色痕迹纸是颜料，而这个神秘的禁区其实是原主的画室兼书房。房间里摆满了画架和画具，所有的画作
都被不严实的遮盖着。伊万杰林猜测原主性格害羞，才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作品。既然这里也是书房，那日记很可能就藏在书架上。虽然现在还看不懂这里的文字，但他决定先翻找一下，缩小范围。为了找出日记，伊万杰林开始在书架上筛选那些印有标题、像砖头一样厚或者印刷太整齐的书，全被他排除在外。很快他就有了发现，一本带有墨迹和页码的手写本子，显然就是他要找的日记。不过这本日记的封面十分阴暗压抑，和他预想中精致华丽的风格完全不同，倒是非常符合恶毒女配的身份。伊万杰林打算先把日记藏起来，等女仆买回识字书再仔细研究。可他刚把书抱在怀里，一张纸就从书页中掉了出来，纸上用红色颜料画着复杂的几何图案，周围还写满了奇怪的符号，这看起来分明是一个召唤阵。伊万杰林怎么也没想到，原主的日记里居然会藏着这种东西。看着手里的召唤阵，伊万杰林忍不住吐槽，这设定太老套，现在早就不流行和超自然生物建契约了。不过为了在这个陌生的世界活下去，他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正好地上有现成的红色颜料，就是之前从门缝渗出来的那些。虽然旁边有画笔，但他觉得用手画召唤阵才够酷。伊万杰林直接用手指蘸上颜料，在地上涂抹起来。管他是巨龙还是精灵王，只要能听到，就赶紧来和他签契约吧。画下最后一笔后，夜幕降临，罗汉森伯爵在书房里看着站在面前的女仆黛西。黛西明明没有犯错，却闭着眼睛止不住的发抖，仿佛在等待审判一样。虽然罗汉森伯爵并不是个残忍的雇主，黛西的恐惧显得有些反常，但他并没有责怪黛西，这似乎也在意料之中。黛西曾是伊万杰林的贴身女仆，两人关系一直很亲近，所以他才自愿去服侍那个复活的怪物。虽然不知道那具躯壳里到底装了什么，但他的外表和伊万杰林一模一样，甚至在罗汉森伯爵身上，黛西也能隐约看到那个怪物的影子。罗汉森伯爵疲惫地揉着太阳穴，低声询问那个怪物复活后的举动。黛西吓得浑身发抖，如实汇报。那个怪物一直在假装失忆，四处打听伊万杰林的喜好和家庭成员。他还穿上大小姐的衣服，在府里走动，所做的一切都像是为了彻底变成真正的伊万杰林。黛西捂着嘴指，不住地颤抖。在他的记忆中，那个复活的怪物并没有完全模仿出大小姐的举止。面对被吓晕或哭喊求饶的女仆，怪物表现得极其冷漠，甚至根本不在乎他们的死活。他的眼神里只有厌恶与轻蔑，就像在俯视脚下爬行的蝼蚁。可真正的伊万杰林小姐是个无比温柔脆弱的女孩，宁可自己受苦，也绝不会口出恶言。这充满鄙夷的眼神彻底暴露了她并非本人。黛西脑海中不断闪过那双猩红的眼睛，极度恐惧之下，她直接瘫跪在罗汉森伯爵面前，颤抖着为自己的失态道歉。罗汉森伯爵并没有责怪她，只是抬手示意她继续说下去。黛西努力平复情绪，提起那个怪物曾声称自己不识字，当时黛西信以为真，便转身离开去帮他拿识字书。可他很快意识到，这不过是怪物为了打发他走而编造的谎言。等黛西拿着书返回房间时，那个怪物早已不见了踪影。最后，黛西在那个上锁的禁忌房间里，发现他正旁若无人地翻看着书籍。那扇门明明锁着，而且没有钥匙，黛西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进去的。为了看个究竟，黛西只能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结果她看到那个怪物正用自己手指上的鲜血在禁忌房间的地板上绘制法阵，他嘴里还不停地低声念叨着什么。黛西屏住呼吸，仔细去听，也只隐约听清了契约这个词。就在黛西凑得更近，想要听清时，那个怪物却突然转过头，冰冷的视线直接与他撞在了一起。黛西跪在地上，颤抖着表示自己当时看到的就只有这些。罗汉森伯爵听到契约一词，陷入沉思，他怀疑那是某种邪恶的巫术，占领女儿身体的怪物，若再用血召唤其他东西，后果将不堪设想。因为伊万杰林是自杀身亡，没能得到神殿的超度与妥善安葬，这才导致身体被恶灵趁虚而入。更棘手的是，连圣水都对他毫无作用。束手无策的伯爵只能选择静观其变。他命令黛西继续留在怪物身边监视，可黛西却吓得闭上了双眼，因为他能感觉到那个怪物其实一直都在暗中盯着自己。罗汉森伯爵听到黛西的话，疑惑地转过头往身后看去，然而他刚一转头，就对上了无数只散发着蓝光的诡异眼睛。这些密密麻麻的视线已经将他和黛西彻底包围。黑暗中的怪物发出一声低吼，直接从庭院的草丛中跃起。他顺着宅邸外墙迅速向上攀爬，目标直指高处的窗户。此时，伊万杰林正在卧室里熟睡，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察觉。一团诡异的黑雾已经穿过窗户，悄无声息地朝他的床头笼罩过去。伊万杰林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床上多了一个毛茸茸的家伙，他伸手将它抱了起来，惊讶地发现这只猫居然长着3只眼睛。看来昨晚潜入房间的黑雾就是这只奇怪的3眼猫。伊万杰林忍不住感叹这个世界的奇妙，连召唤出来的生物都这么特别。不过这只猫看起来毫无威胁，不仅摸起来软绵绵的，性格也十分温顺。面对送上门来的萌物，伊万杰林决定不再客气，直接把脸埋进猫肚子里，疯狂吸了起来。伊万杰林抱着3眼猫在床上打滚，心里直呼自己简直是无可救药的猫奴。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女仆在门外请示进来伺候洗漱。伊万杰林赶紧收起刚才的狂喜，切换回大小姐模式，让对方进来。推门进来的却是一个生面孔。昨天的女仆黛西并没有出现，那只3眼猫也机警地溜走了。
为了和新女仆拉近关系，伊万杰林主动搭话，询问府里是不是养了很多猫。没想到新女仆却面无表情的回答：这里的猫早在很久以前就全被杀光了，因为曾经爆发过一场瘟疫，大家都传言猫才是罪魁祸首。听到这个回答，伊万杰林顿时吓得脸色发青。看着眼前的洗漱盆，伊万杰林暗自感叹，这真实的中世纪奇幻感。可他一抬头，却猛然发现那只三眼猫的尾巴正从柜子后面露出来，偏偏这时猫还叫了一声。新女仆立刻警觉地询问是不是猫叫，伊万杰林只能强装镇定，撒谎说自己什么都没听到。可这只猫却完全不听指挥，躲在柜子后面一声接一声地叫着，急得伊万杰林在心里疯狂警告他，要是被发现就死定了。新女仆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顺从地没有多问。而那只毫无危机感的猫正旁若无人地在旁边舔着水。为了测试这只三眼猫的身份，管家特意送来了圣水。看着猫毫无异样的大口喝下，管家这才鞠躬告退离开了房间。伊万杰林忍不住在心里吐槽，既然圣水就能解决问题，当初又何必把猫全杀光？不过好在眼前的危机总算过去了。这时女仆主动走上前，拿出了一个绿色项圈，提议在上面绣上名字，免得其他仆人误伤了这只猫。伊万杰林感动的不行，以为女仆终于对自己敞开了心扉，可他只能尴尬的坦白，自己既不识字也不会刺绣。听到这个回答，女仆瞬间收起热情，找了个借口便匆忙退了出去。女仆借口去拿识字书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伊万杰林看着手里的项圈，怀疑自己是不是被耍了。不仅如此，府里的仆人也对他避之不及，这让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其实正被虐待。看着身旁的三眼猫，伊万杰林委屈地趴在桌上大哭，觉得自己连猫的名字都不会写，这半吊子的穿越实在太让人崩溃了。哭累了的伊万杰林直接睡了过去。等第二天清晨醒来，他随手翻开身旁的书本，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能看懂上面的文字了。那些原本像天书一样的符号，现在读起来顺畅无比。伊万杰林兴奋地欢呼，调侃这大概是穿越系统的售后修复，昨晚的眼泪总算没有白流。既然现在能看懂文字了，伊万杰林决定亲自动手，给三眼猫的绿色项圈绣上名字。本以为能继承原主的手艺，结果一顿操作下来，绣出来的字连他自己都看不懂。正当他纠结要不要拆掉重来时，旁边的三眼猫却主动凑了过来，甚至兴奋地伸出爪子去够项圈。伊万杰林有些哭笑不得，问他是不是真的要戴这个丑项圈，而这只猫却开心地叫个不停，似乎一点也不嫌弃他的手艺。伊万杰林看着怀里的小家伙，前世没能养猫的遗憾，如今总算在这个世界圆了梦。他温柔地帮猫戴上绿色项圈，并正式给它取名叫布丁。另一边，昏暗的房间里，赫娜正焦虑地咬着手指，她低声呢喃着，只要能治好自己的妹妹，怎样都无所谓。在她看来，伯爵家正在轻易浪费某种极其稀有珍贵的东西，这让她的眼神里充满了阴冷与不甘。黑暗中突然响起一个神秘的声音，问赫娜是不是想要那个东西。赫娜吓得猛地转过身去，只见黑暗中浮现出几只巨大的蓝色眼睛。那个声音对她说，既然想要那就拿去吧。赫娜顺着声音看去，发现窗台上正坐着一只猫。紧接着，那个声音再次在黑暗中响起，承诺会告诉他得到的方法。伴随着猫叫声，诡异的红色阴影开始在房间里蔓延。花园里到处回荡着诡异的猫叫声。伊万杰林独自站在花树下，女仆赫娜在窗前默默看着他，随后神色凝重地拉上了窗帘。此时的庄园早已人心惶惶，罗汉森伯爵总觉得到处都有眼睛盯着他。极度恐惧之下，他在深夜只带了随身衣物，匆忙逃回领地。不仅是伯爵，女仆黛西也同样不告而别，甚至连一封信都没有留下。有人猜测黛西去了别的府邸，或是隐居到了修道院。伯爵逃走后，空荡的庄园暂时交由管家打理，而管家留在这里的唯一任务就是监视那个披着伊万杰林皮囊的怪物。至于留下的女仆赫娜，她的职责就是充当眼线，将伊万杰林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给管家。这天深夜，赫娜敲开了管家的房门，开始汇报关于那个怪物的最新细节。自从黛西突然离开后，因为没人愿意接手这个差事，庄园不得不提高了薪水，急需用钱的赫娜这才主动接任，成了伺候伊万杰林的新女仆。赫娜向管家汇报，自己总是能听到诡异的猫叫声。之前大小姐曾向她打听猫的事，她虽然回答猫早就死光了，但耳边的猫叫却从未停过。然而管家似乎根本听不到声音，他更担心的是赫娜的状况。那个原本精神正常的姑娘，竟然在极短的时间里彻底疯了。管家主动提出可以写一封推荐信让赫娜离开，但为了生计，赫娜还是决定留下来。其实赫娜平时几乎听不到声音，只能靠读唇语和人交流，而现在她的耳边却全是嘈杂的猫叫。她之所以这么拼命，是因为家里还有一个重病的妹妹，为了给妹妹治病，她愿意做任何事情。见赫娜态度坚决，管家便交给了她一个任务，他拿出一瓶圣水，让赫娜设法喂给伊万杰林养的那只猫。赫娜默默接下了任务，但在深夜的房间里，她却因为极度的焦虑，开始疯狂地啃咬着自己的手指。赫娜心想，只要能留下这瓶圣水，妹妹的病就一定能治好。突然，黑暗中传来一个诡异的声音，问她是不是想要那瓶圣水。赫娜吓得猛地转过身去，只见窗台上坐着一只猫，黑暗中亮起3只幽蓝色的眼睛。那个声音承诺会告诉她得到圣水的方法。随着诡异的红色阴影在房间蔓延，赫娜看着眼前的异象，惊恐地叫它怪物。她认出眼前的三眼怪物正是伊万杰林要养的那只猫。她本想立刻向管家报告换取赏金，但伸向门把手的手却停了下来。
普通的赏金根本买不起昂贵的圣水，而家里还有重病的妹妹需要钱治病。为了救妹妹的命，赫娜握紧拳头，下定了决心。她准备做出自己的选择。赫娜最终听从了怪物的指示，偷偷用假水换掉了管家准备的圣水，所以当时猫喝下水才没有任何异样。其实真正的圣水对这只猫是有威胁的，但这个秘密只有赫娜一个人知道。为了不暴露，赫娜只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甚至配合猫的指示帮他戴上了项圈。或许是因为讨好了这只怪物，他在人前闭上了第三只眼，假装无害。赫娜也再没听到过那些诡异的猫叫，而且因为留下来照顾伊万杰林，赫娜拿到了非常丰厚的报酬，不仅够姐妹俩的开销，还能存下不少钱。拿着这笔钱，赫娜在回家路上顺便去了集市，买下了妹妹最爱吃的食物。但最让她高兴的是，偷来的圣水真的治好了妹妹的病。看着健康奔向自己的妹妹，那些诡异的猫和可怕的大小姐在这一刻都显得不再重要。为了能让妹妹继续健康生活，赫娜下定决心要做好这份工作，哪怕她伺候的伊万杰林此时正抱着猫翻看阴森的古籍，还时不时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笑。既然现在能看懂文字了，伊万杰林决定偷看原主的日记，甚至幻想能从中找到召唤魔法，好让自己开启主角光环。可翻开后，他才发现这根本不是原主的日记，而是20多年前原主母亲留下的恋爱日记。日记里记录了罗汉森伯爵当年求婚的场景，以及外公对这段婚事的极力反对。外公认定罗汉森只是觊觎财产，但母亲却深信这是真爱，这让伊万杰林看得津津有味。他继续往后翻看，发现母亲在婚后写下了后悔的字句。原来罗汉森伯爵在拿到嫁妆后，态度就立刻冷淡了下来，这证实了外公当年的担忧。不过这并不是伊万杰林想找的线索，他现在急需找到召唤魔法的咒语。就在他继续往后翻阅时，书页上的文字突然发生了变化，原本清晰的字迹开始变得扭曲模糊，甚至出现了一堆逻辑不通的胡言乱语。伊万杰林怀疑是自己的翻译系统出了故障，忍不住疯狂吐槽这乱七八糟的翻译。无奈之下，他只能先把书扔到一旁，打算等翻译系统修复好了再看。可没想到他刚把书放下，书页上的文字竟然直接凭空消失了。伊万杰林发现桌上的日记还在，但记录着召唤魔法的那一页却不见了。他还没来得及破译出任何内容，显然是有人趁他不注意偷走了书页。伊万杰林立刻询问女仆赫娜，昨天有谁进过他的房间？赫娜回想了一下，表示昨天只有多瑙来过，而且多瑙今天反常的没有来汇报工作。得知这个消息的伊万杰林怒极反笑，他绝对不能容忍有人敢偷自己的东西。在问清多瑙的住处后，他决定亲自上门去算账。多瑙此时正拿着偷来的日记残页，准备按照上面的指示，用无辜者的鲜血来召唤恶魔。他一边发出疯狂的笑声，一边在地上用血画着魔法阵。被绑在一旁的女孩嘴被堵住，只能眼睁睁看着仪式进行，根本无法挣脱。深夜的贫民区一片混乱，巡逻的骑士正抱怨着任务。一辆印有罗汉森家徽的马车在街道上疾驰而过，引起了骑士的注意。车厢里的伊万杰林不断催促车夫，他满心怒火，是要夺回被偷走的咒语。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马车停在了一间破旧的木屋前。伊万杰林顺着线索找了过来，他抬起脚准备强行闯入门内，而此时的木屋里面，被绑架的红发女孩嘴被死死堵住，只能无助地发出挣扎的呜呜声。在他身旁，多瑙正发出阵阵疯狂的笑声，用鲜血在地上不断涂抹画招法阵。被绑架的红发女子是赫奈的妹妹，她原本只是在等姐姐回家，因为想喂一只路过的猫，便忘记了姐姐晚上不要外出的叮嘱。结果刚走过去，就被藏在暗处的多瑙一把制服。回到眼前的险境，多瑙早已彻底陷入疯癫，他手持利刃，大声叫嚣，直扑向毫无反抗能力的妹妹。多瑙面目狰狞地揪起妹妹的头发，宣称要用无辜者的鲜血献祭恶魔。妹妹看着他那双毫无理智的眼睛，意识到这个男人已经彻底疯了。多瑙坚信日记上的咒语是真的，他狂妄地声称看穿了真相，认定死而复生的伊万杰林就是恶魔。而那张被偷走的日记残页上，正记录着伊万杰林母亲的显赫出身，她原本是高贵公爵家族的千金。多瑙一边画招法阵一边说出推论，伊万杰林从小身体虚弱，罗汉森伯爵便以此为借口向公爵索取了巨额抚养费，一旦伊万杰林病死，这笔钱就会中断。为了保住这个源源不断的钱袋子，伯爵肯定私下与恶魔做了交易，才让死去的女儿重新活了过来。多瑙越说越激动，痛骂伯爵是个虚伪腐败的贵族。他之前在打扫书房时，无意间看到了账目上的秘密，结果被伯爵发现后打得半死，这让他一直怀恨在心。多瑙回忆着当年的屈辱，缓缓拔出了锋利的短刀，决定用自己的方式结束这一切。多瑙叫嚣着自己会成为比罗汉森更体面的贵族，接着他一边念起咒语，一边用短刀划破了妹妹的脖子，鲜血顺着伤口流了下来。多瑙狂热地表示，这只是为了取悦恶魔。他看着地上的法阵，继续念着古怪的咒语。就在仪式进行到关键时刻，紧闭的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响。就在多瑙狂热念咒时，紧闭的大门被一股巨力轰然撞开，耀眼的强光瞬间照亮了整个屋子。多瑙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在原地，在强光与迷雾之中，缓缓浮现出伊万杰林发光的虚影，伴随着冰冷的宣告，让在场的人颤抖并膜拜。其实伊万杰林心里也在犯嘀咕，自己只是因为太生气踹了一脚，没想到这扇破门直接飞了出去。等他看清屋里的情况，顿时傻了眼，自己明明只是来抓偷日记的小偷，怎么这家伙
直接升级成了绑架犯。跟着进屋的女仆赫娜一眼认出倒在地上的妹妹康娜，急忙冲过去查看情况，这让一旁的伊万杰林有些摸不着头脑。看着眼前丧心病狂的多瑙，局势瞬间变得复杂起来。伊万杰林压下心中的疑惑，决定先把多瑙从赫娜妹妹身边引开。他径直走到多瑙面前，直接质问对方偷走召唤阵的事。多瑙这才知道那东西属于伊万杰林，震惊的连话都说不连贯，注意力被彻底引了过来。见对方上了钩，伊万杰林顺水推舟，大方表示可以听听他的诉求。被欲望冲昏头脑的多瑙当即大吼，要拥有这辈子都花不完的财富。伊万杰林心想绑架果然是为了钱，可他身上根本没带钱，为了脱身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忽悠。他主动提出可以让多瑙取代罗汉森，直接让他成为高高在上的伯爵。面对这个诱惑，多瑙一时间陷入了沉默，这让伊万杰林有些紧张，担心自己是不是把牛皮吹得太大了。其实他只是想先稳住对方就下人质，等脱险后再把多瑙送进大牢。没想到多瑙在权衡利弊后，竟然真的被这个提议打动了。他喃喃自语，觉得取代伯爵是个好主意，脸上露出了贪婪的笑容，最终答应了伊万杰林的条件。眼看多瑙就要刺下去，伊万杰林千钧一发之际出手，一记重击狠狠砸向多瑙后颈，多瑙瞬间被打飞出去，匕首脱手落地，他彻底昏死过去。看着到地不起的恶徒，伊万杰林心里其实有些发虚，担心自己下手不够准，害怕对方会突然爬起来反扑。好在多瑙已经彻底失去意识，危机暂时解除。赫娜急忙冲上前去，一边呼喊着妹妹康娜的名字，一边颤抖着帮她解开束缚。赫娜急得直哭，但因为双手抖得太厉害，怎么也解不开粗重的绳子。伊万杰林见状走上前，让赫娜先退到一边，随后亲自动手帮康娜松绑。绳子落地之后，赫娜一把抱住妹妹康娜，责怪她不该在刚康复时乱跑。康娜哭着向姐姐道歉，解释自己只是在等她回家。看着抱头痛哭的姐妹俩，赫娜为没能保护好妹妹自责。好在康娜最终平安无事。伊万杰林暗自庆幸没有来晚，虽然很想上前安慰他们，但碍于自己恶名昭彰的身份，他决定用实际行动来帮忙。伊万杰林询问康娜的情况，接着指向倒地不起的多瑙，询问姐妹俩想如何处置恶徒，是终身监禁在地牢，还是有其他的打算。话音未落，他注意到康娜脖子上的刀伤，赫娜见状顿时紧张起来，康娜却微笑着安慰姐姐，表示只要大家平安无事就好。就在众人放松警惕时，一只手悄悄伸向地上的匕首，猛地将其死死握住。康娜真诚地向伊万杰林致谢，庆幸自己能够平安得救。伊万杰林首次体会到救人成就感，正觉得心里暖洋洋的时候，却发现周围的温度有些不对劲。一旁的赫娜惊恐地大喊提醒，木屋已经燃起熊熊大火，必须立刻逃出去。伊万杰林这才反应过来，刚才的温暖根本不是什么神圣光环，而是物理意义上的火光。众人急忙从起火的木屋逃出。伊万杰林看着身后的火海，十分疑惑，屋里明明没有生火的壁炉，这场大火起得实在有些蹊跷。伊万杰林突然想到，多瑙屋里画着一个召唤阵，他怀疑对方是用偷走的咒语召唤出火精灵，才导致起火。想当初他为了启动召唤阵，手指被木刺扎破流了血，却因为看不懂咒语，什么都没召唤出来。如今那个召唤阵已被大火吞噬，看着眼前的熊熊烈火，伊万杰林不禁开始怀疑人生，自己这开挂的非凡之路，难道刚开始就要夭折了吗？画面一转，来到一处阴暗潮湿的房间，这里墙壁生锈，弥漫着霉味，只有一碗冷汤和一张硬床，以及一扇只有2手宽的窄窗。这个狭窄阴暗的房间，就是康纳所拥有的全部世界。他自出生起就体弱多病，母亲因难产而去世，父亲也未给他买药，劳累致死。如今姐姐赫娜接替了重担，可康纳的病依然没有好转，家人的生命被他的疾病不断消耗。他无数次想让姐姐放弃坚持，但内心深处他依然渴望活下去，哪怕是继续着悲惨痛苦的人生，他也想拼命抓住微弱的生机。而姐姐赫娜将这种挣扎称之为希望。赫娜曾向康纳承诺，总有一天能让他走向外面的世界。那扇窄窗成了康纳唯一的寄托。直到有一天，窗外出现一只黑猫，随后赫娜带回了圣水，兴奋地宣告康纳终于不用再受苦。可康纳当时的第一反应却既不是喜悦，也不是解脱。康纳心中只有无尽的愤怒，他无法接受父亲和姐姐付出生命代价，换来的却仅仅是这一小瓶水。为了寻找宣泄的出口，他将怨恨指向了伊万杰林。就在这时，伴随着一声巨响，大门被强光轰然撞开。康纳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伊万杰林在光芒中宛如天使降临，再次为他带来了救赎。伊万杰林轻松制服了多瑙，他转头询问赫娜该如何处置这个绑架犯，是终身监禁还是直接割喉。一旁的康纳听到割喉的提议，立刻赞同地笑了起来。在神秘力量的驱使下，多瑙神色惊恐地举起匕首，狠狠刺向了自己的喉咙。随着鲜血喷溅，伊万杰林平静地转过身，向姐妹俩宣告了多瑙的死讯。看着多瑙倒在血泊中，康纳终于感到了解脱，觉得这一切已经足够。多瑙用自杀结束了生命，而等待他的只有无尽的地狱之火。熊熊烈火瞬间将整座木屋吞噬。面对眼前这片冲天的火光，康纳不仅没有感到害怕，反而觉得这股热浪无比温暖，就像姐姐的拥抱一样。大火照亮了贫民区的夜空，也引起了远处巡逻骑士的注意。一名身穿华丽制服的黑发男子正看着远处的火光，疑惑那到底是什么火。
大火在贫民区里越烧越旺，周围聚集的围观群众越来越多。伊万杰林看着混乱的场面，有些无奈。法洛罗斯骑士团收到消息，赶到现场，开始疏散周围的群众。伊万杰林看着他们华丽的制服，在心里吐槽这过于浮夸的画风。在赶来的骑士当中，有一个人显得格外耀眼，正是骑士团的团长加百列。他正沉着脸径直朝伊万杰林走来。伊万杰林瞬间被加百列的颜值暴击，在脑海中自动脑补出了一出根本不存在的校园偶像剧。加百列走到他面前行礼，自我介绍是法洛罗斯骑士团的团长。伊万杰林看着他这标准的男主配置，暗自琢磨他是不是这个世界的男主角。加百列紧接着开口询问，为什么高贵的贵族小姐会大半夜跑到贫民区来散步？这充满怀疑的语气让伊万杰林深刻意识到自己这张恶毒女配的脸有多招人开忌。面对加百列的质问，康纳突然冲上前挡在伊万杰林身前，指责加百列是在审问伊万杰林。赫纳见状急忙出声阻止妹妹。伊万杰林虽然有些感动，但不想让刚脱险的康纳替自己出头，于是主动上前回答加百列的提问。他解释自己是来找人的，住在起火木屋里的人是他的仆人，不过那人已经死在火海里了，而且完全是罪有应得。加百列听完要求他详细说明情况，伊万杰林意识到对方需要写报告交差，但面对这复杂的状况，他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正当伊万杰林发愁如何解释时，康纳突然主动站了出来，向加百列解释自己被多瑙绑架的经过，并说明伊万杰林是收到求助来救他的。康纳接着表示多瑙大概率已经葬身火海。加百列听完拖着下巴陷入了沉思。伊万杰林在一旁暗自松了口气，觉得康那边的这个版本确实合理多了。然而伊万杰林突然意识到了不对劲，黑发冷峻的骑士团长加上红发温柔又坚强的少女，这不就是妥妥的男女主配置吗？原来康纳才是这个世界的女主角，而这次的绑架事件本该是男女主相遇的英雄救美名场面，结果却被自己这个恶毒女配给截胡了。伊万杰林越想越纠结，自己这一插手直接把男女主的出狱给搅黄了。但转念一想，当时康纳命悬一线，自己总不能见死不救。正当伊万杰林胡思乱想时，康纳却对加百列态度冷淡，直接拉起伊万杰林准备离开。这冷冰冰的态度让伊万杰林在心里疯狂呐喊，自己居然让女主对男主这么冷淡，这剧情彻底崩坏了。临走前，伊万杰林告诉加百列，后续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罗汉森府邸找他。加百列站在原地，若有所思地盯着他离去的背影。在加百列眼里，伊万杰林美得像一尊大理石雕像，却感受不到任何活人的生机。当那双猩红的眼睛盯着他开口说话时，那种强烈的诡异感甚至让加百列险些失态。虽然他表面上极力维持着镇定，但心里很清楚，这个女人身上没有一丝温度，看人类的眼神冷漠的如同俯视蝼蚁。伊万杰林将仅存的关注分给了死里逃生的康纳，或许是受到了非人力量的影响，康纳对伊万杰林的感激逐渐演变成了近乎狂热的崇拜。与此同时，属下正向加百列汇报火灾的异样。那场大火在没人扑救的情况下，竟然自己熄灭了，而且火势完全没有向周围蔓延，整场大火只烧毁了那栋木屋。属下觉得事有蹊跷，便提议让加百列亲自去现场看看，因为他们在废墟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加百列来到火灾废墟现场，眼前的景象让他眉头紧锁，地面上残留着诡异的黑色痕迹。属下在一旁低声议论，觉得这绝非寻常的巧合。废墟中的焦黑骸骨旁竟然有着一对形似羽翼的灰烬痕迹，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坠落的天使。而这诡异的灰烬之翼似乎与某个画师有关，他曾狂热地挥舞画笔，坚信这是神明对他的召唤，哪怕坠入深渊也要将这幅画完成。这具焦黑骸骨的头顶上竟然还顶着一圈神圣的光环，只是那光环此刻正微微颤抖，就像一根即将燃尽的蜡烛，随时都会彻底熄灭。吉姆曾经是一名被誉为天才的画师，但因为作品不合贵族胃口而迅速过气，如今只能靠妻子养活的他，极度渴望能创作出一幅传世杰作。为了寻找哪怕一丝灵感，吉姆失魂落魄地在街上游荡，嘴里还不停念叨着要完成草图。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团诡异的烈火，这耀眼的光芒瞬间吸引了他的注意。当火焰渐渐熄灭后，吉姆在废墟的灰烬中发现了一具长着双翼的焦黑骸骨，他坚信这就是降临人间的神圣天使。受到震撼的吉姆立刻赶回家中，疯狂地挥舞起画笔，坚信这是神明对他的召唤，是要将这位天使画在画布上。然而在创作过程中，吉姆发现普通的颜料根本无法还原天使的色彩与神韵，这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中。为了找到能还原天使神韵的色彩，吉姆盯上了闪烁着寒光的画刀，他疯狂地割破了自己的身体，任由鲜血流淌在调色盘上。吉姆甚至愉悦地哼起了歌，用自己的鲜血作为颜料，在画布上疯狂地涂抹。那具焦黑的骸骨天使终于在血色中逐渐成型。夜幕降临，马车正载着几人返回罗汉森府邸。伊万杰林主动打破了沉默，询问康纳是否愿意住进府邸，并承诺会亲自照顾他。听到这个提议，一旁的赫纳却紧张地攥紧了衣角，他内心深处希望妹妹能够拒绝，但又害怕违抗伊万杰林会带来灾祸。更让赫纳感到恐惧的是多瑙自杀时的诡异场景，以及当时康奈眼中那抹令人无法理解的满足感。就在赫纳纠结万分时，康纳主动提出想让姐姐一起入住，伊万杰林欣然答应了他的请求。
康纳笑着询问伊万杰林自己能不能挑选房间，伊万杰林大方的表示随他挑选。看着妹妹和伊万杰林相处融洽，一旁的赫娜却感到有些异样。赫娜深知康纳从小就胆大，但这次对伊万杰林的亲近，或许是因为对方救了他的命。更让赫娜担忧的是，管家原本知道康纳病重，如果管家看到康纳现在安然无恙，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偷拿圣水的事。这时康纳主动提出想住进伊万杰林房间正下方的卧室。听到这个请求，赫娜顿时吓了一跳。伊万杰林解释说，那间房曾是已故伯爵夫人的，如今一直空着且家具齐全，康纳随时可以搬进去。赫娜见状急忙插话，表示这件事需要先向父亲汇报。他紧张地攥紧了衣角，只求在被伯爵赶走之前，千万不要引起管家的怀疑。深夜，罗汉森府邸一片寂静，康纳和赫娜躺在宽敞的客房里。康纳兴奋地表示，自己似乎能听到楼上伊万杰林的脚步声，但赫娜却什么也没有听到。康纳接着聊起伊万杰林抱的那只豹纹猫，说自己以前在家里就见过它，觉得这一切简直就是命运的安排。然而赫娜听完却在心中暗想，那只猫根本就是个怪物。看着兴奋的妹妹，赫娜并没有戳破真相。康纳主动握住姐姐的手，感谢赫娜今天特意跑去救她，并坦言自己当时其实非常害怕。赫娜用力回握住妹妹的手，看着康纳明明害怕却故作坚强的样子，赫娜为自己刚才的怀疑感到愧疚。无论康纳变得多么反常，她依然是自己最疼爱的妹妹。另一边，伊万杰林正在房间里写着日记，他决定调整接下来的行动方案，那就是主动去和康纳成为朋友。他打算尝试一下经典的恶毒女配逆袭套路，以此来改变自己未来的命运。虽然加百列是男主角，但对伊万杰林来说，他不过是书里的纸片人，自己实在无法对他产生恋爱感情。为了避开恶毒女配的悲惨结局，伊万杰林决定把赌注压在康纳身上，只要康纳遇到危险，他就会第一时间出手保护。为此，他必须写信说服伯爵，让康纳和赫娜名正言顺地留下来。可奇怪的是，昨晚伯爵房间明明亮着灯，管家却声称伯爵出差了，而且伯爵非常讨厌伊万杰林，如果只寄一封信过去，大概率会被直接拒绝。想到这里，伊万杰林拿出了另一件东西。伊万杰林直接撕下母亲日记里写满对伯爵诅咒的那一页，连同申请信一起寄了过去。面对这赤裸裸的威胁，伯爵只能妥协同意让两姐妹留下。顺利解决麻烦的伊万杰林和康纳以及赫娜在花园里悠闲喝茶，看着身边的女主角康纳，伊万杰林觉得自己已经稳操胜券，可以安心享受避开死亡结局的退休生活。然而好景不长，加百列突然找上门来，神色严肃地告诉伊万杰林，他现在可能会面临指控。加百列这次找上门来，直接给伊万杰林扣了一顶大帽子，指控他以不光彩的手段伪造了多瑙的死亡。听到这个消息，伊万杰林整个人都懵了。他原本还指望靠着康纳安稳度过自己的退休生活，结果这突如其来的指控直接把他的计划全部砸碎。看着眼前神色严肃的加百列，伊万杰林在心里疯狂吐槽，这到底又是什么离谱的剧情走向？加百列派人送来口信，希望能再次登门拜访，声称多瑙的案子有了新状况。康纳对此感到十分不满，伊万杰林却暗自猜测，这或许是加百列想见康纳的借口。他决定借此机会撮合两人，展示自己与康纳的亲密关系，以此确保自己能安全活到结局。伊万杰林打定主意，吩咐赫娜去准备上好的信纸，准备给加百列写回信。没过多久，加百列便如约来到罗汉森府邸，两人在会客室里相对而坐，客套地打起了招呼。伊万杰林主动提起康纳，询问加百列是否需要见见他，可加百列却表现得十分冷漠，甚至觉得康纳并没有受什么重伤。这冷酷的态度让伊万杰林在心里疯狂吐槽。其实康纳脖子上留下了明显的伤口，伊万杰林本想用圣水帮他彻底治愈，但康纳却执意要留下这个伤疤。伊万杰林和赫娜也只能由着他，每次看到那道伤口都觉得心疼。加百列放下茶杯，神色变得异常严肃，他表示今天特意登门拜访，是为了向伊万杰林确认一些事情。接着他语气沉重地开口，说出了一件令人遗憾的消息。加百列指控伊万杰林伪造多瑙的死亡，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伊万杰林在心里疯狂吐槽，不明白剧情怎么会跑偏成这样。接着加百列拿出一张纸，推到了伊万杰林面前，让他看看上面的线索。伊万杰林凑过去一看，顿时被眼前的画面震惊了。纸上画着一个极其简陋的火柴人，画工差到让人无法直视。加百列解释说，这只是他为了方便说明随手画的草图。伊万杰林万万没想到，这幅惨不忍睹的画居然出自加百列之手。看着眼前帅气的加百列，伊万杰林忍不住在心里吐槽，长得像个艺术品，画水平却连3岁小孩都不如，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容貌与画技平衡吗？加百列指着那幅简陋的画，认真地询问伊万杰林，这难道不像天使吗？伊万杰林看着那惨不忍睹的火柴人，忍不住吐槽，这顶多算是一只飞蛾。加百列解释说，多瑙在火灾现场的尸体确实呈现出长着双翼的骸骨模样，以至于目击者纷纷传言多瑙得到了神明的祝福。伊万杰林对此感到难以置信，多瑙明明是绑架康纳后畏罪自杀，怎么可能会得到神明的祝福？加百列接着透露，原本这股谣言很快就会平息，但有一位画家将那一幕画了下来，并将画作捐赠给了神殿，导致事态彻底失控。如今神殿周围传言四起，甚至有人提议将多瑙安葬在神殿。迫于舆论压力，骑士团已经收到了重新调查此案的命令。
加百列神色凝重地解释，如果多瑙被认定得到了神明祝福，那伊万杰林就会背上伪造死因的罪名。这突如其来的指控让伊万杰林感觉自己又被推回了配角命运。加百列紧接着严肃地质问他之前说的话是否全部属实。面对加百列的怀疑，伊万杰林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现在改口只会让自己显得更加可疑。他想起之前问过赫奈和康纳，发现这个世界的人根本不知道精灵的存在。如果现在告诉加百列是多瑙召唤了精灵，对方绝对不会相信。于是伊万杰林深吸一口气，反问加百列，问他是否觉得自己是在撒谎。加百列坦言自己并不觉得多瑙得到了神明祝福，但他的死因确实非常诡异。随后他看向伊万杰林，主动提出愿意伸手帮他解决麻烦。面对加百列的提议，伊万杰林感到十分意外，可看着加百列有些微妙的神态，凭他多年看言情小说的经验，这分明就是对方动心的经典套路。伊万杰林暗自吐槽自己太低估恋爱脑套路了，他对书里的纸片人根本不感兴趣。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决定在苗头刚出现时就彻底掐断，于是直接对加百列表示自己对他没兴趣。加百列对此并不意外，坦言自己早就知道他对旁人冷淡，但他表示这并不影响自己的决定，他只是单纯对伊万杰林产生了好奇。面对加百列自带背景花瓣的深情特写，伊万杰林在内心疯狂咆哮，他强行将话题拉回正轨，拿出那幅简陋的画作解释起当天的真相。他声明自己去找多瑙纸是为了找回画作，却意外撞见了他绑架康内的现场，而一切的线索就是画上的那个圆圈。伊万杰林指着画上的圆圈，看着这幅画的像飞蛾一样的图案，他原本紧张的心情反而放松了不少。加百列看着那个奇怪的符号，询问这到底代表着什么。伊万杰林坦言这是一个召唤阵。当被问到这个战法能召唤出什么时，伊万杰林深知这里的人只信奉神明，便半开玩笑的回答，说不定能召唤出天使。听完伊万杰林的解释，加百列再次主动提出愿意提供帮助。然而面对他的示好，房间里却只剩下一片沉默，周围的一切仿佛瞬间陷入死寂，飞鸟与花朵都失去了生机，整个世界只剩下沉重的心跳声。伊万杰林冷冷地看着加百列，质问他是不是想要帮助自己，并直言他有些得意忘形了。他明确表示自己对他毫无兴趣。面对这毫不留情的拒绝，加百列也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确实不会去在意花园里的蚂蚁。加百列深知自己在对方眼中的渺小，他甚至庆幸伊万杰林没有随手除掉自己，毕竟才死一只闯入领地的蚂蚁，对高高在上的他来说根本算不上罪过。面对伊万杰林的冷漠，加百列坦言自己只是对他感到好奇，虽然这番话只换来了对方的厌恶，但能引起他的情绪波动，依然让加百列感到一丝鼓舞。这微弱的反应在他眼里，就像是枯木上终于开出了一朵花。加百列独自站在庭院里，盯着眼前巨大的樱花树出神。拉斐尔走上前来，好奇地询问他在看什么，并感叹这棵樱花树大得有些异常。这棵树确实生长得过于茂盛，仿佛吸取了什么特殊的养分。而更让加百列在意的是，他刚才似乎看到树上挂着一个人影，但一眨眼的功夫，那人影就消失了。加百列不禁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把飘落的花瓣看错了。加百列乘马车离开罗汉森府邸，他在车厢里闭目沉思，回想起刚才在庭院里看到的诡异画面，他意识到自己产生的幻觉竟然是伊万杰林吊死在树上的样子，这让他觉得荒谬至极。加百列不禁开始怀疑，是不是因为来拜访之前听到了那些关于伊万杰林的证言，才让自己产生了这种幻觉。加百列在搜集伊万杰林的线索时，曾听闻一位神父的证言，对方声称目睹了死去的伊万杰林再次复活。然而神殿并没有伊万杰林的葬礼记录，反倒是主持葬礼的神父随后上吊自尽，现场没有留下遗书，只查出他曾私下收受贿赂，为自杀者违规举行葬礼，甚至有人传言神父的死是神罚。马车里，拉斐尔向加百列提起在火灾现场发现的那张残存纸条，上面写着迎接光之天使降临的预言。拉斐尔不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加百列看着窗外默默念着天使二字，脑海中再次浮现出伊万杰林的身影以及他曾说过的那些话。加百列在马车里暗自思忖，觉得伊万杰林提到的召唤阵是目前唯一的线索。在过去，能实现愿望的召唤仪式曾十分常见，直到那些术士被彻底清洗干净，那或许是他小时候甚至出生前的事了。加百列开口询问拉斐尔是否对巫术有所了解，话音未落，马车却突然遭到猛烈撞击，马匹受惊失控狂奔，车厢剧烈晃动起来，拉斐尔被撞得东倒西歪，惊慌地质问外面发生了什么。车夫在外面大声询问两人是否受伤，拉斐尔忍不住气愤地抱怨，质问车夫不是自称很擅长驾马吗？车夫急忙向拉斐尔解释道歉，说是一只猫突然窜了出来，那是一只长着3只眼睛、身上布满豹纹的诡异黑猫。拉斐尔虽然被吓得够呛，但还是庆幸大家都没有受伤。车夫安抚好受惊的马匹后，招呼两人重新回到车厢。加百列却看着黑猫消失的方向，陷入沉思。自己刚提起巫术马车就险些失控，这真的只是巧合吗？神殿的庭院里，几名神职人员正一边扫地，一边小声议论着大圣堂里的那幅圣画，说那幅画就像是神殿的守门人，能直接筛选出不虔诚的信徒，甚至有年轻女子看后当场晕倒，还声称在梦里见到了太阳神。不仅如此，法拉罗斯骑士团的米歇尔也整天盯着那幅画出神，仿佛被彻底迷住了一样。修女接着透露，大祭司甚至特意给画家送去谢礼，对这幅画赞不绝口。
这番传言让旁人好奇不已，纷纷表示想去亲眼见识一下。黛西正准备去见维尔加神父，半路遇到了正在打扫的修女。修女得知他的去向后大吃一惊，急忙拉住他进行警告。修女透露，这个神父在修道院名声极差，经常对新来的修女动手动脚，劝黛西最好离他远一点。得知真相的黛西心中警铃大作，向修女道谢后，她决定躲进图书馆整理书籍，打算在这里一直待到天亮，以此避开神父的纠缠。黛西脑海中闪过可怕的画面，那个披着伊万杰林皮囊的怪物让她至今心有余悸，她只想躲在图书馆里避开麻烦。黛西提着微弱的灯火，小心翼翼地推开图书馆大门，准备离开这里。可他刚走出门，就被2个神职人员当场拦下。对方语气不善，地质问他为什么不听话去见维尔加神父，反而大半夜在外面闲逛。2个神职人员强行带走了黛西，一路上2人还在小声嘀咕，想用黛西让失控的维尔加神父恢复理智。黛西这才猛然醒悟，神父根本没有传唤过他，全是这2个人自作主张。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粗暴地推进了小黑屋里，大门随即被死死锁上。黛西重重地摔在地上，耳边却突然响起了诡异的低语声，倒在地上的墨水瓶流出黑色液体。维尔加神父像是着了魔一样，双手沾满墨水，在地上疯狂涂抹，嘴里还不断念叨着必须立刻完成。地上被画出一个诡异的召唤阵，周围还散落着斑斑血迹。看到眼前这一幕的黛西彻底吓傻了，她顾不上思考自己为何会被带到这里，极度的恐惧让她的心跳疯狂加速。眼前的召唤阵瞬间将她的记忆拉回到那个可怕夜晚，那个关于伊万杰林的夜晚。黛西想起了在罗汉森府邸的经历，当时伊万杰林也在地上绘制召唤阵，周围还出现了无数长满眼睛的诡异触手，那种被怪物包围的窒息感，至今仍是他挥之不去的噩梦。黛西猛地从回忆中惊醒，他好不容易才从那个鬼地方逃出来，绝对不能让历史在神殿重演。看着眼前正在画阵的维尔加神父，黛西的眼神变得无比决绝，她暗自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阻止神父完成仪式，哪怕动手杀人也在所不惜。黛西为了阻止仪式，直接举起旁边的重物，狠狠砸向了维尔加神父，神像瞬间碎裂，神父倒在血泊之中，彻底没了动静。巨大的声响惊动了门外的守卫，但他们以为是神父在施暴，冷笑着决定装作听不见。房间里只剩下黛西沉重的喘息声，她瘫坐在地上，看着眼前满地的鲜血和倒下的神父，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面对倒在血泊中的神父，黛西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下了重手。她原本只是想阻止仪式，可如今人已经没了动静，一旦被别人发现，后果根本无法想象。在神殿的规矩里，杀死神职人员是不可饶恕的重罪，事情败露后，等待她的只有断头台。黛西绝望地抱住脑袋，在这封闭的房间里，她无处可逃，只能在心中疯狂祈求有人能来救她。就在她近乎崩溃的时候，身旁突然掠过一道诡异的黑影，黛西被突然垂落的黑色发丝重重包围，还没等她反应过来，黑暗中竟裂开一张长满尖牙的血盆大口，用诡异的语调询问她是否需要帮忙。黛西吓得当场惊叫出声，质问对方到底是什么人。话音未落，一只冰冷的黑手死死捂住了她的嘴巴，警告她不想被门外守卫发现，就最好立刻保持安静。门外的守卫听到动静，也只是打个哈欠，根本没有进来查看的意思。黑影凑到黛西耳边，低声威胁，只要保证不发出声音，自己就会松手。极度恐惧的黛西只能紧闭嘴巴，拼命点头。看着眼前由黑雾凝聚而成的男人，黛西在心中惊恐地猜测，这家伙到底是不是人类？男人说自己是顺着气味找来的，质问黛西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在这里。黛西为了自保，试探着询问对方口中的气味究竟指谁。男人吐出了法拉罗斯这个名字，形容那是个长满眼睛的家伙。黛西瞬间联想到大圣堂里那幅诡异的画，她的面部反应根本藏不住。男人见状露出了邪魅的笑容，直接命令黛西带他去找法拉罗斯。黛西刚想拒绝，却被对方冷笑着打断。男人提醒黛西，他刚刚已经许下了求救的愿望，而自己是来做交易的。黛西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必须带路来偿还代价。看着倒在血泊中的维尔加神父，黑影男人嫌弃地吐了吐舌头，吐槽这祭品实在太难吃，要不是自己饿极了，根本瞧不上。黛西在一旁吓得动弹不得，黑影却突然露出一抹邪笑，说差点忘了给黛西送上一份小福利。此时门外突然传来开门声，此前将黛西关进来的2名神职人员正准备推门进来查看情况。黑影见状直接施展巫术，用剪刀剪下代表2人的纸人头部，随后将2朵花互换位置重新接上。随着大门被缓缓推开，走廊里的2名神职人员脖子上赫然多了一道诡异的血痕，他们的身体似乎已经被彻底调换。那2名被调换身体的神职人员摇晃着走了进来，黛西看着眼前这恐怖的画面，忍不住当场干呕起来。一旁的黑影却兴奋地放声大笑，甚至幸灾乐祸地鼓起掌来，对自己的残忍杰作感到非常满意。随后2人来到了罗汉森府邸外，黑影察觉到这里有股强烈的气味，猜测法拉罗斯就躲在里面。黛西在一旁低声附和，黑影便不再废话，直接动身准备潜入府邸。黑影男人留下一句警告，提醒黛西下次求助要支付代价，随后便化作黑雾消失不见。黛西独自站在罗汉森府邸外，看着院子里那棵盛开的花树。自从伊万杰林在这棵树上自缢后，这里的花就再也没有凋谢过。身后突然传来马车夫的询问，黛西惊恐地回头，却发现对方的脖子正诡异地扭转，脖子上赫然有一道红色的血痕。
而另一边，伊万杰林正独自待在庭院里，周围突然传来异样的动静。伊万杰林疑惑地转过头去查看，只见草地上躺着一只巨大的黑狼，身上布满诡异的紫色伤痕，正虚弱地趴在地上不断哀鸣。黑狼竟然开口向他虚弱求救。伊万杰林看着眼前口吐人言的野兽，不禁怀疑对方是不是传说中的狼人。黑影悄无声息地潜入府邸卧室，此时布丁正趴在大床上，黑影在窗前凝聚成形，看着床上的布丁，忍不住嗤笑出声，嘲讽对方居然沦落到要假扮宠物。黑影直接叫出了法拉罗斯的名字，被戳穿的法拉罗斯瞬间暴怒，直接现出了狰狞的兽人真身。法拉罗斯与黑影在房间里激烈交手，伴随着一声巨响，房间的窗户被瞬间撞碎。这巨大的动静惊动了庭院里的伊万杰林，他循声望去，发现草地上多了一只从未见过的黑狼。黑狼身上布满紫色伤痕，正虚弱的向他开口求救。伊万杰林看着这只口吐人言的野兽，怀疑他就是传说中的狼人。伊万杰林立刻开始分析套路，会说话的狼就等于帅气的狼人，既然加百列是男主角，那眼前这家伙肯定就是男二号了。按照小说的一贯剧情走向，康纳被恶毒女配欺负后会跑到花园哭泣，接着就会刚好发现这只受伤的狼，并在悉心照料中与化为人形的男二坠入爱河。想到这里，伊万杰林突然脸色大变，他意识到自己抢了本该属于康内的剧情，为了不破坏原有的故事走向，他决定立刻去把康纳找来救治黑狼。黑狼趴在地上，虚弱的继续求救。伊万杰林看着他庞大的身躯有些犯难，表示自己一个人根本搬不动他。话音刚落，伴随着一阵烟雾，一人一狼竟然瞬间被传送到了房间里。看着眼前疯狂摇尾巴的黑狼，伊万杰林这才知道兽人还会传送魔法。面对他的求救，终究还是无法做事，不管，决定先帮他处理伤口。可黑狼身上厚重的毛发挡住了伤口，伊万杰林正发愁该怎么下手，黑狼的身体却突然亮起光芒，光芒散去，黑狼已经化为了人形，但男人身上的伤势极其严重。伊万杰林顿时慌了神，纠结着要不要去叫医生。这时布丁跑了过来，脖子上还挂着一个药水瓶，布丁直接把药瓶甩在地上。伊万杰林发现这竟然是圣水，他一边抚摸着布丁，一边忍不住怀疑这只猫该不会也是个兽人吧。不过他很快打消了念头，决定先用圣水救人。可还没等他动手，周围却突然传来了异样的动静。看着缩在角落瑟瑟发抖的黑发男人，伊万杰林拿着圣水走上前去。男人看着药水显得十分抗拒，但伊万杰林根本不给他拒绝的机会，直接强行把整瓶圣水灌了下去。灌完药后，伊万杰林顺口询问他的名字，可虚弱的男人根本无法回答。伊万杰林转念一想，觉得逃跑的兽人确实不该轻易透露姓名。看着男人那双毛茸茸的爪子和上面粉嫩可爱的肉垫，伊万杰林决定亲自给他起个名字。伊万杰林给黑发男人起名叫杰利。虚弱的男人只能无奈的小声抱怨。夜幕降临在罗汉森府邸，女仆奥利弗今晚被分配到4楼值班。虽然同事曾保证这里没什么好怕的，只要管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但走廊里不断传来痛苦的呻吟声。奥利弗提着灯，紧张的四处张望，意识到自己被同事骗了。奥利弗提着灯在走廊里摸索，随着一盏盏壁灯被熄灭，那阵诡异的呻吟声也越来越近。突然他脚下一滑，低头一看，门缝里竟然正不断渗出鲜血。奥利弗吓得惊叫着连连后退，险些在楼梯口踩空。一只手突然从后面扶住了他，康纳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贴在他耳边低声警告，再退一步可就要摔下楼梯了。康纳将惊魂未定的奥利弗拉了回来，劝他赶紧回去休息。奥利弗道谢后慌忙离开。奥利弗来到楼下归还提灯，值班的同事抱怨他动作太慢，并催促说其他人早就已经去睡了。奥利弗听完十分纳闷，说康纳明明还在上面值班，同事却一脸疑惑地表示今晚值班的名单里根本没有叫康纳的人。奥利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而此时的走廊深处，康纳正露出一抹极其诡异的笑容。深夜的房间里传来痛苦的呻吟，伊万杰林躺在床上熟睡，完全没有察觉到屋里的异样。角落里的杰利正剧烈咳嗽，大口鲜血不断喷洒在木地板上，圣水在体内产生的灼烧感让他痛苦的仿佛要被活活烧死。杰利虚弱的喘着粗气，死死盯着熟睡的伊万杰林。他不明白这个女人到底什么来头，明明自己动动手指就能让他无法靠近，可刚才面对伊万杰林的强灌，他竟然毫无反抗之力的被死死拿捏。杰利的本能警告他不要轻举妄动，这个女人不仅让他屈服，甚至让法拉罗斯像家猫一样温顺。这种恐怖的压迫感简直如同神明。他怀疑召唤他的人到底招来了什么怪物。一旁的布丁突然开口让他闭嘴，随后化为人形的布丁警告他，如果再吵醒伊万杰林，就准备再喝一瓶圣水。痛苦不堪的杰利气得破口大骂。就在这时，房门被缓缓推开，康纳面无表情的走了进来，警告杰利的声音太吵，会吵醒床上的伊万杰林，让他立刻保持安静。布丁在一旁幸灾乐祸，表示连最宠爱的女仆都发话了，杰利最好识相一点。杰利气得简直要吐血，自己明明才是被灌圣水的受害者，现在倒成了打扰别人睡觉的罪人。转眼到了第二天清晨，阳光洒进卧室，伊万杰林睡眼惺忪地从床上坐起，揉着太阳穴，小声嘀咕，觉得自己昨晚好像遭遇了严重的鬼压床。伊万杰林忍不住抱怨，昨晚耳边一直有鬼哭狼嚎的声音，害得他根本没睡好，吐槽这恋爱小说里怎么还会有鬼。
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伊万杰林觉得自己还没完全清醒。虽然这个由文字构成的世界缺乏真实感，但多想无益，反正现在也回不去。他抱起身边温热的布丁，温柔地向他问好。一旁的杰利见状也凑过来想要贴贴，却被伊万杰林无情的伸手推开，这让杰利委屈的小声抱怨：凭什么只有布丁能有特殊待遇？伊万杰林果断拒绝和成年男人同床。杰利见状立刻大声揭穿，指出怀里的布丁同样能化为人形，指责这只猫根本就是在装无辜。得知真相的伊万杰林大吃一惊，怀里的布丁也顺势叫了一声承认。伊万杰林脑补出自己和成年男子贴贴的画面，顿时尴尬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伴随着一阵光芒，布丁直接化为了人形。看着眼前眼泪汪汪的可爱小男孩，伊万杰林顿时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抱的不是什么成年大叔。伊万杰林突然有些感伤，自己当初莫名其妙穿越过来，说不定哪天又会突然消失。好在布丁和杰利都是兽人，就算自己不在了，他们也能有个照应。看着乖巧可爱的小布丁，伊万杰林忍不住亲昵地揉起他的小脸。一旁的杰利见状气得当场暴跳如雷，硬逼着布丁赶紧从床上滚下来。伊万杰林只好连忙劝他们好好相处。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康纳带着赫娜走进了卧室，热情地询问今天有什么安排。看着笑脸盈盈的康纳，伊万杰林忍不住感慨康纳真是勤劳。伊万杰林连忙摆手拒绝，他可不想扮演使唤康纳的恶毒大小姐，但康纳却非常坚持，甚至展示了自己亲手绣的名牌，表示一定要报答伊万杰林的恩情。伊万杰林见状只好妥协，想起加百列之前答应帮忙却一直没消息，便让康纳去打听一下情况。接着他拿出一袋钱递给康纳，作为跑腿的费用和零花钱，叮嘱他路上看中什么就直接买下来。伊万杰林心想这下好感度稳了。康纳看着沉甸甸的钱袋惊呼，这笔钱甚至足够买下一栋房子。赫娜也觉得这份赏赐实在太贵重了。伊万杰林微笑着摆了摆手，叮嘱他们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提防骗子和路上来往的马车。康纳微笑着让伊万杰林放心，然而他的身后却浮现出无数血红的眼睛。康纳双手合十，默默祈祷，坚信一切都会在注视下顺利进行。马车在繁华的街道上缓缓行驶，康纳兴奋地趴在窗边看着外面的商铺，拉着赫娜直呼这里的店都在闪闪发光。康纳提议去精品店逛逛，顺便给伊万杰林大小姐带点甜点回去。赫娜却有些担忧，问他是不是想把大小姐给的赏钱花掉。康纳理直气壮地反问为什么不行，毕竟这笔钱本来就是给他们花的。但看到赫娜面露难色，他又失落地低下头道歉，解释自己以前从没来过这么繁华的地方。赫娜看着康纳委屈的样子，顿时心软了，想到康纳从小体弱多病，确实没机会来这种商业街，便温柔地拍了拍他，答应回去的路上可以顺便去逛逛。康纳兴奋地一把抱住赫娜，直呼她最好了。然而在赫娜看不见的地方，康纳的眼神却冷了下来，觉得赫娜在伊万杰林面前实在太谨小慎微了。康纳觉得赫娜根本不懂伊万杰林大小姐对他们有多好，甚至一直在默默付出，守护着他们的安全。赫娜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大小姐还在身边留了一只眼球监视。康纳兴致勃勃地伸手戳了戳，看着眼球愤怒瞪眼的样子，心里直呼大小姐实在太可爱了。随后康纳靠在赫娜的肩膀上，想起赫娜从小到大为了自己几乎牺牲了全部。马车缓缓停在宏伟的建筑前，车身上的凤凰家徽立刻引来路人围观，大家纷纷议论起罗汉森家族的传闻。看着从车上下来的康纳和赫娜，人们误以为其中一人就是大小姐。一名男子主动走上前，询问他们谁才是罗汉森家的大小姐。赫娜见状，连忙出声解释，澄清他们其实只是大小姐的女仆。得知两人只是女仆后，男子立刻双手环抱嘲笑起来，直言堂堂罗汉森家的大小姐怎么可能穿得这么寒酸。赫娜听着周围的笑声，十分自责，她后悔没听康纳的话，先去精品店，觉得自己让伊万杰林大小姐丢了脸。而男子还在一旁喋喋不休的挖苦，嘲讽罗汉森家根本没有传闻中那么有钱，甚至连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给女仆穿。赫娜担心康纳受委，屈转头看去，却发现康纳正死盯着男子，眼神里满是令人胆寒的怒意。男子却毫无察觉的继续大笑，甚至开始八卦大小姐是不是被家族抛弃了。看着康纳那副阴沉可怕的表情，赫娜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她隐约觉得这个表情有些陌生，但仔细一想，自己似乎在什么时候见过。康纳二话不说，直接一脚把男子踹飞。看着康纳那充满杀气的眼神，赫娜在心里疯狂祈祷，希望他千万别在这里闹出人命。就在这时，原本喧闹的庄园门口突然变得一片死寂。赫娜疑惑地转过头去查看情况，只见杰利戴着黑色手套，正小心翼翼地牵着一位少女走下马车。身穿华丽白色礼服的伊万杰林在众人的瞩目中优雅登场。伊万杰林在空旷的餐厅里用餐，看着空荡荡的座位，他忍不住叹了口气，担心出门办事的赫娜和康纳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看着盘子里的食物，伊万杰林突然想起了原本世界的父母，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在这样等自己回家，心中涌起一阵思念。杰利在一旁轻声提醒，觉得那两人可能还没走到大圣堂，催促他先专心吃饭。就在这时，旁边端着沙拉的女仆突然脚下一滑，盘子瞬间摔得粉碎。女仆吓得立刻跪在地上，连声道歉，请求大小姐原谅自己。看着女仆们战战兢兢的样子，伊万杰林无奈叹气，
他让女仆去找管家处理伤口。打发走女仆后，空荡荡的餐厅让他倍感冷清。伊万杰林实在忍受不了这份寂寞，决定带上杰利一起去找康纳。杰利虽然嘴上抱怨他对人类过度保护，但还是顺从地拉起他的手。杰利使用能力，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两人带上了马车。伊万杰林还没来得及夸奖他，就听到马车外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吵闹声。马车外一名男子正大声嘲讽说：“罗汉森公爵的女儿不可能让手下穿得这么寒酸，既然要来神殿这种地方，至少该给女仆穿点体面的衣服。”男子接着放声大笑，嘲讽伊万杰林是不是被母亲的家族抛弃，所以连给女仆买衣服的钱都没有。马车里的伊万杰林听到这些话，气得咬牙切齿，这家伙居然敢对他唯一的朋友指手画脚。马车门被猛地推开，伊万杰林冷冷地看着挑衅的男子，直接开口质问他刚才到底在对他的女仆们说些什么。看到伊万杰林出现，康纳兴奋地迎了上去。康纳觉得小姐可以在家等待，伊万杰林坦言是因为担心他们。赫娜虽然松了一口气，但回想起康纳刚才冰冷的眼神，忍不住感到一阵后怕。要是小姐再晚来一步，康纳说不定会做出可怕的事。不过赫娜很快否定了想法，认为康纳从小卧病在床，不懂世事，最多只是不懂规矩，缺乏礼数，绝不可能动手伤人。阿努伦认出眼前银发少女的身份，正是罗汉森家的大小姐伊万杰林，顿时吓得脸色发青。他慌忙开脱辩解，自称是本森侯爵之子阿努伦，刚才只是想给两位女仆带路。伊万杰林看着他极力狡辩，冷笑着直接戳穿谎言，质问他是否在嘲讽罗汉森和霍萨奎因家族。既然对方想用侯爵身份压人，他不介意用公爵名号反击。伊万杰林展示着自己的华丽礼服，质问阿努伦这身衣服算不算寒酸。阿努伦吓得连连否认，慌忙后退，却一头撞上了刚赶到的加百列。加百列当场表态，无论伊万杰林穿什么神殿，都随时欢迎。接着他冷冷地看向阿努伦，讽刺对方替自己招待了贵客。阿努伦吓得冷汗直流，赶紧找借口溜之大吉。伊万杰林在心底暗自吐槽，觉得加百列来的实在太慢，刚才康纳被刁难时根本没派上用场。此时加百列主动走上前，询问伊万杰林是不是来见自己的。面对加百列的询问，伊万杰林解释自己只是来送女仆，顺便逛逛神殿。既然已经到达目的地，伊万杰林打发康纳和赫娜去看画，自己则打算去礼拜堂祈祷。其实他只是不想看到画里的尸体。加百列见状，叫来骑士尤里尔护送他，自己则亲自带两个女仆去看画。伊万杰林顿时松了一口气，只要加百列不缠着自己就行，他只想让对方彻底失去兴趣。加百列带着康纳和赫娜走在走廊里，赫娜顺势询问伊万杰林洗清嫌疑的进展。加百列表示目前并没有什么突破，反而慕名来看画的人越来越多，关于那幅画的流言也在持续扩散。赫娜注意到中庭里聚集了大量人群，询问加百列他们是否全都是来看画的。加百列坦言，大部分人确实为此而来，不过也有人是来处理其他事务。此时神殿喷泉旁的一名贵妇突然伸手捧起池水大口吞饮起来，看着贵妇不顾形象的狂饮池水，赫娜好奇地询问加百列，喷泉里的水难道真的是用来喝的？加百列平静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解释说那其实是神殿的圣水。听到圣水两个字，赫娜瞬间愣在原地，满脸震惊。加百列接着补充道，这水可不是谁都能随便喝的，只有大方捐赠的贵人才能享用，说白了就是神殿炫耀财富的手段。看着眼前散发着奇异光芒的喷泉，康纳默默握紧了赫娜的手，似乎察觉到了异样，但赫内只是低着头，脸色十分难看。康纳没有多问，而是主动转移话题，询问加百列那幅画到底在什么地方。加百列抬手指向人群聚集的走廊，示意他们要找的画就在那边。加百列向两人介绍，看过这幅画的人反应截然相反，有人觉得它美得不可思议，也有人觉得它极其诡异。赫娜终于看到了那幅画，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他忍不住干呕。在他眼里，这根本不是什么神圣恩赐，而是比死亡还要丑陋扭曲的深渊。一旁的康纳看着痛苦的赫娜有些不解，可当他转头看向画作时，却在心中由衷的赞叹它真的很美。看着眼前这幅诡异的画作，赫奈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当他转头看向身边的康纳，发现对方的反应十分反常，这让赫娜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不安。周围的人对着诡异的画作狂热祈祷，赫娜却被画中扭曲的景象而心得之反胃。他无法理解这些人怎么能对着深渊赞美。然而身边的康纳却看着画作喃喃自语，由衷的赞叹这幅画真的很美。赫娜震惊地看着毫无异样的康纳，他意识到如果两人看到的是同一个画面，康纳绝不可能给出这种评价，除非康纳眼中的画作是完全不同的景象。赫娜不禁怀疑画家到底用了什么邪术，才能让同一幅画呈现出如此分裂的效果。他很清楚，如果自己现在说出画中的恐怖真相，那些沉迷其中的人也绝对不会相信。赫娜深知，如果自己说出真相，只会被人当成是想毁掉这幅画。加百列也看出康纳的反应有些异样，赫娜坦言这幅画让他感到非常不安，并询问加百列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加百列表示很难说清原因，虽然很多人认为这和信仰有关。话没说完，拉斐尔就急匆匆地跑来报告，说有紧急情况需要加百列立刻过去处理。加百列只得嘱咐两人在原地等待，随后便跟着拉斐尔匆忙离开。赫娜看着那幅画，只想快点离开这里，但康纳此时已经完全沉迷其中，根本无法带他走。就在这时，康纳突然叫住赫娜，微笑着询问他是不是看到了不一样的画面。
康纳指着画作说，在他眼里，那看起来像是一只眼睛。赫娜顿时如遭雷击，因为他看到的也是同样的东西，那是一只从人体上生生挖出来的恐怖巨眼，以及周围无数扭曲的骸骨。赫娜无法相信，康纳明明和自己看到了相同的恐怖景象，却能面带微笑地赞叹她美丽。看着毫无异样的康纳，赫娜心中只剩下无尽的寒意。她确信康纳的某些认知已经彻底坏掉了。赫娜一时间有些恍惚，她分不清康纳的异常是从被多瑙绑架后开始的，还是在遇到伊万杰林小姐之后，又或者这种诡异的认知一直潜藏在妹妹虚弱的身体里。但赫娜实在不忍心去指责好不容易才好起来的妹妹，而且康纳现在不仅得到了大小姐的青睐，似乎还被画里那个诡异的东西眷顾着，也许让他保持现状才是最好的选择。想到这里，赫娜一把抓住康内的肩膀，神色严肃地警告他，绝对不能对任何人提起画里有眼睛的事。如果有人问起，就跟着大家一起夸这幅画神圣，毕竟神殿里的人都对这幅画顶礼膜拜，只要康纳顺着他们的话说，应该就不会引起怀疑。康纳看着紧张的姐姐，乖巧地笑着答应下来。看着眼前的康纳，赫娜觉得他似乎并无异样，但他随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逃避妹妹已经改变的现实。最终，赫娜还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永远守护在妹妹身边。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礼拜堂里，本该在虔诚祈祷的伊万杰林，此时却正闭着眼睛呼呼大睡，甚至连口水都流了出来。伊万杰林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竟然在礼拜堂睡熟了。他本想借此机会触发穿越者符力，尝试与神明取得联系，结果却什么都没发生。伊万杰林起身后向尤里尔道歉，尤里尔表示并不介意，并询问是否要带他去见加百列。伊万杰林决定先买一些圣水，既然无法获得神明眷顾，他打算多囤点治疗道具防身。尽管这些圣水对他自己毫无效果，伊万杰林决定买下10瓶圣水防身。尤里尔很快就帮他打包好了一整箱。看着尤里尔热情推销的模样，伊万杰林忍不住在心里吐槽，对方比起骑士更像个推销员。不过看着眼前沉甸甸的箱子，伊万杰林可不想自己动手搬运。他转头看向身后的杰利，直接叫了杰利。杰利见状顿时脸色大变，抗议伊万杰林的残忍决定，甚至直言他比恶魔还要过分。但伊万杰林只是冷冷地盯着他，警告他趁自己态度还好赶紧照办。面对伊万杰林的威胁，杰利只能委屈地抱起箱子在一旁抽泣。伊万杰林看着他这副模样，有些无语地怀疑，这家伙难道只是因为不想干活才哭的吗？伊万杰林觉得那箱圣水其实没多重，但杰利还是抱着箱子一脸委屈。伊万杰林懒得等他，直接快步离开，反正杰利是狼人，迟早能靠嗅觉找过来。伊万杰林独自在神殿里走着，突然注意到不远处的喷泉旁，拉斐尔正和黛西站在一起交谈。赫娜坦言这幅画让他感到非常不安。加百列也看出康纳的反应有些异样，他表示虽然有人认为这和信仰有关，但他自己也说不清其中的原因。话没说完，拉斐尔就急匆匆跑来报告，说有紧急情况需要加百列立刻处理。加百列只得嘱咐两人在原地等待，随后他便转身匆忙离开了这里。在路上，加百列询问起具体情况，拉斐尔透露是有证人主动现身，要提供关于伊万杰林的证词。拉斐尔向加百列汇报调查结果，这名证人曾是伊万杰林的女仆，他不仅目睹了伊万杰林死而复生，还看到对方利用画作召唤了怪物。加百列和拉斐尔随即亲自审问黛西，黛西声称那召唤出来的根本不是天使，而是会把人斩首再接回去的恶魔。这些死而复生的人表面与常人无异，唯一的破绽就是脖子上有一条细红线。黛西紧张地绞着双手解释，她来神殿是为了确认神父提到的画作，在发现画里的召唤阵后，她决定站出来作证，希望能彻底毁掉那幅画。加百列听完证词陷入了沉思，按照黛西的说法，被恶魔复活的人脖子上都会有红线，但伊万杰林的脖子却完好无损，同样都是死而复生，为什么偏偏伊万杰林是个例外？加百列不禁开始怀疑伊万杰林身上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他回想起庄园失火的那天，加百列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庄园失火那天伊万杰林被火光染红的白发，他就像在枯木上绽放的无叶之花，无视神的力量操纵着尸体，这让加百列感到好奇，但比起劲为这种感觉更接近恐惧。如果披着伊万杰林皮囊的怪物哪天玩腻了角色扮演，谁也无法预料会发生什么。正因如此，加百列更加确信自己必须去帮助伊万杰林。就在加百列沉思时，拉斐尔走了过来，打断了他的思绪。加百列决定让赫娜和康纳也来听听证词，毕竟他们对伊万杰林没有敌意。手下很快将赫娜和康纳带进房间。赫娜一进门就认出了黛西，惊讶地询问她为什么会在这里。赫娜听说黛西之前失明了，关切地询问她的近况，黛西却显得异常惊恐，躲在加百列身后询问康纳的身份。赫娜解释这是自己的妹妹康纳，最近刚和自己一起在庄园工作。黛西突然情绪失控，懊悔自己不该说出证词，她急切地想要离开这里。加百列试图挽留，但黛西态度坚决，表示自己已经把知道的都说了。加百列意识到让赫娜和康纳过来是个错误，只能让拉斐尔先送他们出去。在离开的路上，黛西突然凑到赫娜耳边低语了几句，随后便慌忙跑开，这让赫娜瞬间愣在原地。加百列注意到了这个细节，立刻叫住赫娜，追问黛西到底对他说了什么。面对加百列的逼问，赫娜紧张地攥紧了衣角，极力否认黛西对自己说过悄悄话。加百列看出赫娜在刻意隐瞒，意识到
他们比想象中更不配合。为了保护伊万杰林，他决定换个方式暗中调查。另一边，伊万杰林循着声音走进喷泉，发现拉斐尔和黛西正站在那里秘密交谈。黛西看到有人走近，觉得眼熟，却想不起名字。拉斐尔也转过身来，认出了走来的伊万杰林。伊万杰林主动打招呼，拉斐尔热情地向他自我介绍，提到两人在之前的火灾现场见过，并感谢他这次配合调查。拉斐尔兴致勃勃地赞叹神殿宏伟活泼的态度，让伊万杰林有些招架不住。随后，拉斐尔向他介绍起旁边的黛西，提到黛西曾是罗汉森庄园的人。黛西听完，瞬间紧张起来。伊万杰林看着眼前眼熟的修女，努力回想，却实在记不起名字，只能开口询问她的姓名。黛西没想到大小姐竟然不记得自己。伊万杰林见状，赶紧用失忆当借口糊弄过去。得知对方叫黛西后，伊万杰林顺势追问她是不是因为自己才辞职的。黛西吓得浑身发抖，根本不敢回答。伊万杰林顿时明白原主以前有多恶毒，为了挽回自己糟糕的形象，他主动安慰黛西，并承诺会给予补偿。为了让黛西保守秘密，伊万杰林大方的承诺，只要对方不在外面乱说坏话，自己就能满足他的任何愿望。可黛西听完却更加惊恐，整个人吓得瑟瑟发抖。这反常的反应让伊万杰林心里一惊，他突然意识到不对劲，连忙追问黛西是不是已经说漏了嘴。毕竟自己还在为多脑的死背黑锅，要是恶毒谣言再次传开，那可就彻底洗不清了。面对伊万杰林的急切追问，黛西吓得脱口而出，说是加百列大人已经知道了。听到这个名字，伊万杰林反而松了一口气，他觉得加百列对自己颇有好感，应该不会做出伤害他的事。就在这时，杰利拿着盒子走了过来，黛西在看清杰利的脸后，瞬间吓得脸色惨白，整个人愣在原地。伊万杰林有些疑惑，开口询问两人是不是认识。黛西急忙向拉斐尔告辞，并拒绝了对方的护送，直接转身跑开了。拉斐尔见状有些尴尬，他主动向伊万杰林解释，自己刚才为了保护隐私，并没有偷听。伊万杰林无奈地表示，黛西看起来并不想和自己多聊，而且他根本不记得黛西是谁。拉斐尔听后十分惊讶，不过他很快笑着表示理解，毕竟贵族确实很难记住所有仆人。拉斐尔的反应让伊万杰林起了疑心，黛西刚才明明慌张跑掉，拉斐尔却完全没有追问原因，这反常的温柔显得有些虚伪。拉斐尔注意到了旁边的杰利，主动询问起对方的身份，得知这是伊万杰林的侍从后，他才发现对方也是一名骑士，只是因为没带佩剑才没认出来。杰利自信地表示自己实力过硬。拉斐尔听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随后便邀请杰利一起去见骑士团长，并让同行的骑士尤里尔在前面带路。看着拉斐尔离去的背影，伊万杰林突然想起了一件奇怪的事。拉斐尔走后，伊万杰林悄悄询问杰利，他是怎么认识黛西的。杰利解释说自己曾救过黛西，两人是一起逃出来的。伊万杰林听完瞬间想通了，杰利之前受了重伤，应该就是被奴隶贩子所伤，这意味着黛西和杰利曾一起被奴隶贩子抓住。黛西刚才之所以吓成那样，是因为杰利的出现唤醒了他被拐卖的痛苦回忆。杰利接着表示自己事后还帮忙清理了现场，得知杰利顺手解决了奴隶贩子，伊万杰林十分满意，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的头表示奖励。这一幕恰好被还没走远的拉斐尔看到，他有些意外地转过身，微笑着询问两人是不是关系匪浅。伊万杰林顿时心里一惊，想起拉斐尔的上司加百列对自己有意思，自己当众摸其他男人的头确实不太妥当，于是他赶紧尴尬地咳嗽两声，极力否认自己和杰利关系亲密。拉斐尔看着极力撇清关系的伊万杰林，若有所思地应了一声，随后便转身离开了。画家吉姆为了寻找创作灵感，在各地四处流浪，希望能画出超越以往的杰作。因为曾从多脑的死亡中获得灵感，他开始刻意寻找充满死亡气息的地方。不久后，吉姆发现了一具心仪的尸体，他甚至向失去孩子的老妇人赞美尸体，并提出想要把这一幕画下来。但对于悲痛欲绝的家属来说，这无疑是对死者极大的亵渎和侮辱。老妇人愤怒的咒骂，直接将吉姆赶了出去。但吉姆根本无法放弃这幅画，最终他选择铤而走险，偷偷背走了那具尸体。得知尸体被偷的老妇人怒不可遏，立刻召集村民四处追捕，最终将吉姆活活打死。然而就在吉姆断气的瞬间，现场却发生了诡异的异变，一团血红色的火焰凭空燃起，瞬间引起了周围人的惊呼。吉姆死去的瞬间，他在神殿里的画作也凭空燃起烈火。突如其来的大火让围观群众陷入恐慌，大家纷纷惊呼着寻找骑士团帮忙，想要保住这幅珍贵的画作。此时正在神殿另一侧的伊万杰林也听到了外面传来的嘈杂声，这突如其来的混乱让他感到十分困惑。神殿深处突然传来凄厉的惨叫，伴随着阵阵关于起火的呼救声。拉斐尔和尤里尔脸色一变，立刻动身朝着声音来源赶去。奔跑中，拉斐尔心中升起一丝异样，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莫名让他产生了一种诡异的熟悉感。等他赶到现场，看清眼前的景象时，却震惊地发现，竟然是那幅画正在熊熊燃烧。神殿里一片混乱，惊恐的贵族们围着骑士大声呼救，哀求他们赶紧把火扑灭。看着眼前这群近乎失控的人群，拉斐尔心中却产生了动摇。他觉得如果一幅画能让人如此疯狂，也许直接烧毁才是最好的选择。但米歇尔显然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他大喊着绝不能让画作被毁，竟然不顾危险直接冲向火海，死死抱住了正在燃烧的画框。这疯狂的举动让一旁的同伴大惊失色。拉斐尔震惊地看着眼前的米歇尔，他明明把米歇尔锁在了房间里，对方却不知为何出现在这里。
眼看米歇尔死死抱着起火的画框，拉斐尔大声警告他立刻放手，但米歇尔根本听不进去，整个人快要被烈火彻底吞噬。就在拉斐尔准备强行救人时，耳边却突然传来诡异的低语，周围的灼热感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刺骨的寒意。拉斐尔僵在原地，感觉身后有某种庞然大物正死死盯着自己，一只巨大的血色眼睛在暗中睁开，伴随着清脆的脚步声，伊万杰林神色平静地走进了这片混乱的火场。原本围在拉斐尔身边那些歇斯底里的人群，在看到伊万杰林的瞬间，竟然全都安静了下来，所有的惨叫和混乱仿佛凭空消失。多亏了这诡异的安静，伊万杰林没有受到任何阻碍，直接走到了米歇尔的面前。此时的米歇尔正死死抱着画框，在熊熊烈火中抬起头，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伊万杰林。目睹了这一切的拉斐尔，在这一刻亲眼见证了一个狂热信徒的诞生。无论用什么词汇，都无法形容米歇尔此刻的震撼。当他与伊万杰林对视的那一刻，他的世界仿佛只剩下那双眼睛。伊万杰林从杰利手中接过瓶子，直接将里面的水泼向了火海，空瓶子滚落在地，随着水滴落下，原本熊熊燃烧的烈火瞬间熄灭，只留下跪在原地的米歇尔。米歇尔脱力倒下，尤里尔急忙上前接住他。伊万杰林在一旁看着，心想既然已经用了圣水，应该就不用再额外治疗了。不过他对周围人的反应十分无语，刚才大家居然只是围观，根本没人上前救火，要不是他及时赶到，米歇尔恐怕早就没命了。危机解除后，伊万杰林感到一阵脱力，这时其他骑士终于赶了过来，为首的骑士有些尴尬的表示来晚了，并主动向伊万杰林行礼问候。主教亚巴尼亚代表神殿向伊万杰林表达了诚挚的谢意，并主动提出会补偿他消耗的圣水。得知不用自己掏腰包补货，伊万杰林心里乐开了花，立刻吩咐杰利去收下补偿。就在伊万杰林准备离开时，他注意到主教正和拉斐尔低声交谈，期间主教还若有若无地朝他看了一眼，这让他怀疑两人是不是在说自己坏话。不过拉斐尔并没有多聊，他主动向主教请辞，准备先去安置昏迷的米歇尔。主教随即答应下来，让他先行离开。伊万杰林向主教道别后，在神殿人员的指引下，准备去寻找自己的同伴。想到孩子们可能等急了，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这时拉斐尔主动走了过来，为自己打招呼，致了致歉，并郑重感谢伊万杰林救了米歇尔，表示米歇尔虽然昏迷，但并无大碍。伊万杰林表面上客气回应，心里却忍不住暗自窃喜，觉得这次救人立功，终于能帮自己洗刷恶毒女配的污名了。神殿人员开始疏散围观的信徒，毕竟刚才发生了火灾。然而信徒们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神官觉得奇怪，便上前询问一位女信徒为什么不走。女信徒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默默指向了一个方向。神官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这才猛然意识到，原来所有人的目光早就被走过的伊万杰林深深吸引了。伊万杰林独自走在神殿走廊上，心里突然有些紧张，他担心黛西已经把过去的恶行全都告诉了加百列，如果是这样，他必须尽快挽回自己的形象，毕竟一旦失去这个强力盟友，处境就会变得非常糟糕。他决定先暗中观察一下，看看加百列对自己是什么态度。伊万杰林深吸一口气，走向前方，在拉斐尔的陪同下，伊万杰林来到了加百列等人面前。加百列主动向他打招呼，还没等伊万杰林回应，康纳就兴奋地扑进了他的怀里。伊万杰林无奈地抱住他，却注意到一旁反常的一幕，平时总会阻止康纳失礼行为的赫纳，此时正站在一旁发着愣，完全没有要管教妹妹的意思。伊万杰林悄悄向康纳打听情况，得知赫纳自从听了黛西说的话后，就一直这样魂不守舍，这让他十分好奇黛西到底说了什么。加百列主动邀请伊万杰林入座，伊万杰林也立刻收回心思，决定先把注意力放在加百列身上。加百列向拉斐尔询问尤里尔的去向，得知是因为米歇尔在火灾中受伤，尤里尔才赶去医务室照看。听完事情的经过后，加百列真诚地感谢伊万杰林救了米歇尔，并提到既然主教已经出面，烧化的风波应该很快就能平息。加百列认为这能减少外界对多瑙河事件的质疑，他们之前为了撤下画作所做的调查，此时也能派上用场。伊万杰林顺势打听起调查的细节，不过比起这些，伊万杰林更关心另一件事，他直接切入正题，询问黛西到底说了自己什么。加百列坦言自己根本没听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这让伊万杰林十分纳闷。黛西明说已经告诉加百列了，难道这中间有什么误会？加百列拿出一份证词递了过去，这是刚刚离开的证人留下的记录。伊万杰林立刻接过来查看，证词里提到主教利用多瑙河画作在暗中启动召唤阵。伊万杰林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自己的召唤阵到底被倒卖了多少手，连主教都人手一份了。他怀疑刚才的画作起火也与此有关。为了弄清真相，伊万杰林急忙翻开下一页，却在纸上赫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这让他顿时警惕起来。还没等伊万杰林仔细看清，纸上的文字突然开始扭曲，直接变成了满屏的乱码。原来是系统的自动翻译功能在这个时候卡了，后面的内容也全变成了乱码。伊万杰林根本无法阅读。加百列在一旁表示自己什么都没听到，并大方的让伊万杰林把文件带走。看着加百列毫无波澜的脸，伊万杰林完全猜不透他的心思，只能决定先把文件收起来，打算等系统恢复了再看。他顺手把文件递给身旁的康纳保管，可康纳在接过文件的瞬间，脸色却突然变得极其难看。
康纳盯着手里的文件，眼神瞬间变得有些冰冷。伊万杰林察觉到不对劲，试探性的叫了他一声。康纳立刻收起表情，笑着保证会妥善保管文件。伊万杰林虽然嘴上没说，但总觉得康纳刚才是在瞪着那份文件，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加百列询问伊万杰林是否满意，并再次强调自己是真心想帮他。伊万杰林表面上客气回应，心里却忍不住吐槽，这家伙说话可真是滴水不漏。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手下报告主教亚巴尼亚有事找他。加百列起身后，决定先送伊万杰林离开，再去会面。伊万杰林觉得正合我意，他也认为自己在这里待得太久了。来到马车旁等候多时的杰利立刻迎了上来。伊万杰林笑着摸了摸他的头以示奖励。这时加百列主动伸出手，伊万杰林以为他只是礼貌地扶自己上车，便顺势将手搭了上去。加百列轻轻吻了伊万杰林的手背，微笑着向他告别。伊万杰林一时间有些发懵，随后转身上了马车，在夕阳下缓缓离去。目送马车走远后，旁边的拉斐尔整个人都傻了，急忙追问加百列刚才在干什么。加百列却一脸淡定，表示这只是普通的离别问候。然而加百列看着自己的手掌，脑海里全是刚才的触感。伊万杰林的手不仅非常娇小，而且体温也低得有些反常。加百列其实是借着吻手礼暗中试探伊万杰林的脉搏，他发现对方的心跳极其缓慢，甚至怀疑他是一具被操纵的尸体。虽然伊万杰林确实还活着，但加百列总觉得他不是人类。他看人的眼神冷漠的像在看昆虫，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特别感。加百列轻轻碰了碰自己的嘴唇，明明只是假装亲吻，但刚才那一瞬间的触感却像烙印一样挥之不去。夜幕降临，伊万杰林已经回到了罗汉森府邸。他穿着睡衣坐在床上，一边吃着草莓，一边继续发呆，脑子里全是白天加百列吻他手背的画面。虽然知道这只是小说里常见的社交礼仪，但第一次亲身体验还是让他觉得别扭。况且当时加百列的嘴唇根本没碰上来，完全只是在做样子，这反而让他更加琢磨不透对方的意图。当时加百列温热的呼吸洒在手背上的感觉依然清晰，这让伊万杰林只想逃跑。他烦躁地在床上打滚，试图阻止自己继续胡思乱想，觉得心跳失常一定是中了对方的美男计。这时窗外吹来冷风，康纳走上前为他披上外套，顺手又喂了他一颗草莓。伊万杰林吃着草莓，却发现平时爱唠叨的赫娜此时正站在一旁魂不守舍的发呆。伊万杰林有些奇怪，便出声叫了赫娜的名字。赫娜听到呼唤，猛地回神，显得有些慌乱。伊万杰林看他状态不对，便劝他如果累了就先去休息。赫娜虽然嘴上说着没事，但虚弱的声音根本藏不住。伊万杰林态度坚决地让他退下，赫娜只能低头答应，转身离开了房间。赫娜走后，伊万杰林向康纳打听情况，康纳无奈地表示赫娜没生病，只是什么都不肯说。康纳觉得这反常的举动肯定和黛西之前对赫娜说的话有关，后悔自己当时没有问个明白。伊万杰林也认为问题出在黛西身上，他突然想起加百列给的那份陈述书，觉得现在系统或许已经恢复正常，便让康纳把文件拿过来。康纳支支吾吾地递上一张湿透的纸，向伊万杰林连声道歉。原来他洗衣服时不小心把陈述书给洗了。伊万杰林看着手里湿成一团的废纸，上面的字迹已经彻底模糊，这下他是一个字也看不懂了。见康纳自责地哭了起来，伊万杰林赶紧抱住他，轻声安慰，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因为一张纸而怪罪他。可线索就这么断了，他也不好意思再去找加百列要一份。思来想去，他决定直接去找当事人问个清楚，而这件事似乎与管家有着某种关联。伊万杰林找到管家打听黛西的下落，管家表示黛西进修道院前就卖掉了房子，如今他的家只能是修道院，可黛西偏偏就是从修道院逃出来的。在伊万杰林的追问下，管家想起黛西曾提到过阿伊诺亚孤儿院，猜测对方很可能会去那里落脚。得知线索后，伊万杰林立刻乘马车出发。到达后，他安排杰利去买大量的面包，自己则准备带康纳去给孩子们挑选衣服，并叮嘱布丁乖乖留在马车里。伊万杰林直接开启了扫货模式，将看中的东西通通打包带走。出发前，一名女仆有些紧张地叫住他，递上一把有些陈旧的雨伞，提醒他外面天色阴沉。伊万杰林看出这是女仆自己的伞，担心拒绝会传出嫌弃平民的谣言，便微笑着收了下来。虽然只是一把旧伞，但这份心意还是让他心情大好。而此时外面也确实下起了大雨，雨势越来越大。伊万杰林催促康纳先回马车避雨，并吩咐杰利赶紧把买好的物资装车，还不忘叮嘱他干活别偷懒。看着大雨倾盆，伊万杰林担心孤儿院的孩子们受冻，正想着要快点把衣服送过去，却突然注意到前方雨幕中坐着一个人。那人无助地瘫坐在湿冷的路面上，任凭大雨将自己淋得浑身湿透。伊万杰林定睛一看，发现对方竟然就是自己要找的黛西。黛西独自躲在房间里，为自己未来的生路发愁。她既无法重新回到修道院，又不知道换个地方能不能活下去。迷茫中，她无比想念孤儿院里的弟弟妹妹们。黛西想起自己去修道院前曾顺路回去过一次，于是决定久违地再去孤儿院看看。可当他推开孤儿院大门时，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愣在了原地。大厅里空无一人，黛西四处张望，猜测大家是不是一起出门了。他决定去院长室一探究竟。可当他推开院长室的大门，眼前的景象却让他瞬间僵在原地。地板上赫然画着一个巨大的红色魔法阵，散发着诡异的光芒。黛西认出这正是之前见过的魔法阵，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海中闪过：难道院长
和孩子们都成了祭品。极度恐慌的黛西开始在走廊里疯狂奔跑，大声呼喊着大家的名字。然而四周一片死寂，根本得不到任何回应。黛西害怕院长和孩子们已经遭遇不测，慌乱中她想过立刻去向警卫求助，但转念一想，在没有发现尸体的情况下，警卫根本不会在意几个孤儿的失踪。况且现场留下了诡异的魔法阵，这显然不是普通人能解决的麻烦。走投无路的黛西只能继续奔跑，她漫无目的地跑上街头，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却不知道该去哪里求救。天空渐渐阴云密布，雷声在头顶沉闷地作响。黛西失魂落魄地走在人群中，慌乱中她不小心撞到了路人，被对方愤怒地大声斥责，重重地摔倒在地上。脑海中不断闪现出孤儿院里诡异的魔法阵，她想不通为什么这种厄运偏偏降临。天空此时下起了暴雨，黛西无助地瘫坐在冰冷的水洼里，只能在心中绝望地祈求救赎。就在这时，一把雨伞突然遮在了她的头顶。伊万杰林看着浑身湿透的黛西，疑惑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黛西惊讶地看着眼前的贵族大小姐，不明白对方怎么会找到这个地方。伊万杰林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自己这趟出门就是专程来找她的。黛西看着眼前的伊万杰林，突然想起了两人曾经的约定。当时伊万杰林曾亲口承诺，只要黛西有需要，随时可以来找他帮忙。绝望中的黛西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她死死攥住衣角，向伊万杰林开口求助。她哭着恳求对方兑现当初的承诺，甚至愿意献出自己作为回报。伊万杰林明知不该多管闲事，但看着眼前的黛西，他最终还是伸出手答应了对方。在握住黛西手的那一刻，一股如毒蛇般的窒息感瞬间爬上全身，仿佛将自己送进了蛇口。但奇怪的是，这股寒意中却带着一丝温暖。黛西感激涕零地紧紧握住他的手，随后两人一同乘上马车离开。回到马车上，康纳心疼伊万杰林淋了雨，直接扒下杰利的外套想给他披上，伊万杰林却转手把外套披在了黛西身上，毕竟黛西看起来情况更糟糕。看着康纳和杰利在一旁斗嘴，伊万杰林无奈地安抚好两人，随后便向黛西询问具体的求助内容。黛西红着眼眶说起自己的经历，她从小在孤儿院里长大，即便离开后也经常回去探望。可今天她过去时，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所有人都离奇失踪了。伊万杰林心里一惊，没想到恋爱剧本里还会出现人口失踪案。面对黛西寻找院长和孩子们的请求，他一口答应下来，并询问线索。黛西咬牙说出了一个名字特洛伊，对方是院长的亲生儿子。黛西怀疑就是他带走了所有人。黛西红着眼眶继续控诉，特洛伊从小就性格扭曲，因为嫉妒院长对其他孩子好，他便经常对孤儿院的同伴施暴。他曾故意把热汤泼在同伴身上，导致对方留下伤疤，被取消领养，还抢夺食物，辱骂大家，仗着院长的纵容在院里为所欲为。后来大家实在无法忍受，合力将特洛伊赶了出去，可他却经常回来闹事，甚至逼迫院长卖掉孤儿院。伊万杰林听完确信他就是凶手，甚至怀疑之前抓走黛西的奴隶贩子也和这个特洛伊脱不了干系。伊万杰林此时怒火中烧，他死死攥紧了双拳。这个特洛伊简直丧心病狂，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这个家伙，必须让他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代价。画面转到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失踪的孤儿院成员正被关押在此，孩子们蜷缩在角落里哭泣。面对孩子们即将被卖掉的恐惧，院长只能心痛地将孩子搂进怀里，安慰大家再坚持一下。而在地下室的更深处，弗劳洛斯被粗重的铁链死死锁住，在痛苦中不断发出低沉的呻吟。伊万杰林决定正式接手这起孤儿院儿童失踪案，他化身名侦探，准备大展身手。考虑到孩子们可能被分散关押，直接搜寻会耗费太多时间，他决定先抓住特洛伊进行审问。但如何找到特洛伊成了难题，杰利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因为目前缺乏可以追踪气味的媒介。伊万杰林认为罪犯总会回到现场，决定先去阿伊诺亚孤儿院寻找线索。伊万杰林带着大家乘马车连夜赶往孤儿院。深夜的森林里一片死寂，安静的有些反常。看着窗外漆黑的树林，康纳总觉得这地方阴森森的。伊万杰林嘴上安慰着他，心里却直打鼓。就在这时，康纳突然指着窗外惊呼出声，只见不远处的树林深处正站着一个摇摇晃晃的诡异黑影，走路的姿势极其不自然。黛西仔细一看，发现树林里摇晃的黑影居然就是他们要找的特洛伊。原本吓得半死的伊万杰林一听来的不是鬼而是活人，立马底气十足，二话不说叫杰利直接抓人。杰利虽然嘴上抱怨，手上的动作可一点没耽搁，他打了个响指，用魔法将特洛伊当场制服。见目标被顺利捕获，伊万杰林兴奋地跑下车准备审问，结果一个没注意，直接被倒在地上的特洛伊给绊倒了。还没等伊万杰林站起身来，黛西就抢先冲上前去，对着特洛伊的后脑勺就是狠狠一击，直接将他彻底打晕过去。这果断的手法把大家给看愣了，杰利甚至在一旁鼓掌调侃，伊万杰林更是暗自庆幸，幸好没把这位看似温柔的修女惹急。杰利蹲下身检查特洛伊的状态，刚一靠近就闻到了刺鼻的酒气，大家这才明白过来，刚才树林里摇晃的诡异黑影，纯粹是这家伙喝得烂醉如泥。看着满脸通红昏死过去的特洛伊，伊万杰林忍不住怀疑，这家伙怕是把孩子们给卖了，拿换来的钱跑去痛饮买醉。既然特洛伊已经晕了过去，大家决定先进入孤儿院等他醒来，顺便在里面搜寻线索。孤儿院里一片漆黑，
黛西主动去拿来蜡烛点亮，并分给了康纳一根。杰利把特洛伊扛进房间，扔在床上。黛西提醒他动作轻点，别弄坏了床。杰利却觉得反正孩子们现在也不在。伊万杰林出面制止了争吵，让大家赶紧分头寻找线索，并吩咐杰利留下来看守特洛伊。杰利答应会盯紧特洛伊，伊万杰林便带着大家开始彻底搜查孤儿院。他们接连搜查了走廊、浴室和餐厅，却都没有发现任何线索。直到康纳在厨房里发现这里1-2天前还有人使用过，伊万杰林这才稍微松了口气，推测孩子们可能还安全。就在这时，伊万杰林突然听到一阵怪声，他立刻警惕起来，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康纳见状，赶紧跟了上去。空气中隐约传来诡异的低语，让一旁的黛西瞬间警惕起来。伊万杰林在一扇紧闭的门前停下，他似乎察觉到了异样，直接伸手握住了门把手。看到这一幕的黛西极度恐慌，急忙大声呼喊，想要阻止他，警告他千万不能打开那扇门。但伊万杰林已经拧开了门锁，他有些疑惑地推开房门，担心里面会有什么危险。然而门后的地板上赫然画着一个红色的召唤阵，这正是伊万杰林自己的魔法阵。看到这一幕，他彻底无语，怎么所有人都在用他的召唤阵？康纳在身后好奇地询问情况，伊万杰林这才反应过来，黛西之所以拼命阻止他，只是害怕他看到这个会生气。一旁的黛西只能尴尬地默认。黛西在一旁暗自庆幸，生怕伊万杰林发现别人使用他召唤阵的后果。伊万杰林决定进屋搜寻，看看院长是否留下了线索。康纳也主动跟进来帮忙。房间里收拾得十分整洁，看起来并没有发生过打斗。康纳打开衣柜，发现里面空无一物。伊万杰林则走向一旁的书桌，发现抽屉被锁死打不开后，他直接使出怪力，将整个抽屉暴力扯了出来，里面的文件瞬间散落一地。这巨大的动静把康纳吓了一跳，赶紧跑过来询问他有没有受伤。伊万杰林一边回应康纳的关心，一边捡起地上散落的文件。他很快察觉到这些文件有些不对劲，他将文件递给一旁的康纳确认。康纳看完后神色凝重地表示，如果这份文件记录属实，要么是黛西对孤儿院情况一无所知，要么就是黛西对大家撒了谎。一旁的黛西听到这话顿时慌了神，急忙追问到底是什么文件。伊万杰林按住桌上的文件揭晓答案，这是一份记录了过去12年里孤儿院贩卖儿童的交易账本。伊万杰林神色严肃地看向黛西，要求他必须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指控，黛西根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坚信院长一直对大家很好，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甚至怀疑账本是特洛伊伪造的。但伊万杰林立刻无情地指出，文件是在院长锁着的抽屉里发现的。黛西急忙辩解，因为特洛伊是院长的亲生儿子，所以他有钥匙也不奇怪。伊万杰林没有直接反驳，而是询问特洛伊今年的岁数。得知特洛伊今年只有17岁后，伊万杰林算了一笔账，12年前他才只有5岁。他转头调侃地问康纳：“5岁的孩子能写账本和贩卖人口吗？”康纳也十分配合地表示：“5岁的小孩顶多只会做加减法。”看来想弄清真相，只能去把特洛伊带过来当面审问了。伴随着一阵鸡飞狗跳的动静，布丁直接把杰利给弄醒了。杰利一边揉着被抓疼的脸，一边向伊万杰林抱怨这只疯猫。伊万杰林却开心地抱起布丁，夸奖他干得漂亮。杰利见状有些吃醋，直接一脚把特洛伊彻底踹醒。特洛伊吃痛地从地上爬起来，嘴里还迷迷糊糊地念叨着必须去阻止什么事情。当他看清眼前的人是黛西时，脸色顿时沉了下去，质问黛西是不是因为恨他才带人来抓自己。黛西却直接拦住了他，神色严肃地质问他是否知道关于那本交易账本的事。特洛伊挣扎着想要离开，表示自己没时间在这里耗着，让黛西赶紧滚开。面对黛西的质问，特洛伊不仅没有心虚，反而质问他凭什么翻院长的桌子，甚至挑衅地表示就算自己知道内情，黛西也不会相信。伊万杰林可没耐心听他废话，直接叫杰利动手教训他。杰利一个脑瓜崩下去，疼得特洛伊龇牙咧嘴。伊万杰林耐着性子劝他合作，表示大家只是想找到失踪的孩子，但特洛伊根本不买账，反而嘲讽伊万杰林是虚伪的贵族，让他施舍几个硬币就赶紧滚蛋。这番无理的言论直接把一旁的康纳给气炸了，黛西也吓得不轻。伊万杰林冷静地分析局势，特洛伊显然知道内情，但根本不打算配合，如果继续耗下去，失踪的孩子们恐怕会有危险。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房间里突然传来一阵微弱的呻吟声，伊万杰林瞬间警觉起来。那阵微弱的呻吟声正是从旁边这个空衣柜里传出来的，里面还断断续续的念叨着好饿。伊万杰林觉得这个空衣柜十分古怪，在康纳疑惑的目光中，他直接钻进衣柜里四处摸索。伴随着一阵机关碎裂的声响，衣柜后方果然露出了一条通往地下的隐秘通道。画面切回庄园，夜色已经很深了，女仆赫娜独自坐在庭院的长椅上，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康纳陪同伊万杰林出门后，至今都还没有回来。赫娜心里隐隐有些不安，后悔自己当时没有跟着一起去。回想起之前的种种异样，赫娜越想越害怕，担心康纳这次一去不回，会遇到什么无法挽回的危险。赫娜正在庭院里焦急等待，加百列突然深夜到访，表示自己是来找伊万杰林的。得知伊万杰林这么晚还没回来，加百列顿时警觉起来。赫娜赶紧向他求助，担心伊万杰林在外面遇到了危险。加百列听完立刻答应帮忙，决定带上骑士团一起去寻人。赫娜独自陷入了纠结，她担心自己最近的反常举动已经被康纳察觉到了，这让她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康纳。更让她感到不安的是，曾经有人对她说过，康纳根本就不是她的妹妹，这句话像一根刺一样扎在心里。
赫娜害怕康奈会发现自己竟然因为这句话产生了动摇，她不敢想象康纳知道后会露出怎样的表情。正当赫娜沉浸在痛苦的思绪中时，耳边突然传来了一声呼唤，将她从混乱的思绪中拉了回来。加百列安慰着焦虑的赫娜，向她保证伊万杰林和康纳都会没事。赫娜虽然嘴上答应着，但双手还是紧张地攥紧了裙角，心里默默祈祷康纳平安无事。另一边，伊万杰林一行人顺着衣柜后的暗道，沿着长长的石梯一路向下搜寻。黛西捧着蜡烛走在后面，忍不住担心下面要是也找不到人该怎么办。康纳听到后，立刻转过头质问他是不是在怀疑大小姐的判断。伊万杰林先是安抚了焦虑的康纳，接着询问杰利有没有闻到什么异样。杰利嫌弃地捂住鼻子，抱怨底下的臭味熏得他头疼。伊万杰林断定下面一定藏着什么。被押着下楼的特洛伊看着四周，难以置信地表示自己从不知道这里有暗道。他开始怀疑其母亲的所作所为。杰利见状，在一旁冷嘲热讽，质问他作为院长的儿子怎么可能不知情，随后便催促他快点往下走。看着特洛伊的反应，伊万杰林觉得他确实不像是主谋，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一直不肯配合。不过只要继续往下走，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地下室的深处，恶魔麦勒克被锁链牢牢束缚，一个黑影缓缓走近，质问麦勒克已经饿了10天，为什么还不享用眼前的祭品。地上正躺着被绑住手脚的劳伦。麦勒克虽然极度饥饿，却咬牙表示自己绝不吃人，更不会对小孩子下手。黑影听完忍不住放声大笑，嘲讽这是他听过最滑稽的笑话。黑影无情地揭穿了麦勒克的过去，指出他20年前曾残忍地活吞并烧死孩子，质问他现在为什么突然开始拒绝祭品。黑影回想起小时候，院长曾带他见过这个能实现愿望的恶魔，并告诉他孤儿院的开销都来源于此，要求他长大后也要继续帮忙。如今黑影继承了院长的遗产，费尽心机才将麦勒克重新召唤出来。他无法理解这个曾经残暴的恶魔现在为什么突然装起善良。麦勒克无奈地表示，当年的自己和现在已经不同了。黑影听后只觉得他可怜，嘲讽他至今依然被锁链束缚。黑影冷笑一声，放言要看看麦勒克能撑多久，表示如果祭品不够还会带来更多，确信恶魔最终还是会像过去一样拿孩子们来填饱肚皮。而在地下室的另一侧，孤儿院院长悄悄靠近了被关押的孩子们。孩子们见到他兴奋地呼喊，院长赶忙示意大家安静，表示自己找到了逃跑的出口。孩子们听到消息又惊又喜，随后在院长的带领下排成一队，悄悄跟着他离开。跟在队伍末尾的劳伦总觉得不对劲，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人被漏掉了。他回头一看，发现同伴尤尔玛竟然晕倒在地上，身边的同伴急忙劝他赶快离开，生怕再次被绑架犯发现。但劳伦坚持不能丢下伙伴，立刻跑过去想要摇醒尤尔玛，提醒他赶紧跟着院长逃跑。可就在这时，伴随着一阵沉重的铁链声，一个巨大的黑影笼罩了下来。被锁链束缚的恶魔麦勒克正悄无声息地站在他们身后，劳伦正扶着晕倒的尤尔玛。突然听到通道里传来脚步声，他赶紧看向前方，只见黛西和康纳正沿着台阶走下来。孩子们顿时兴奋地欢呼起来。黛西急忙上前确认大家的安全。院长看到黛西找了过来，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但当他看到跟在后面的特洛伊时，脸色瞬间变得有些复杂。院长看着自己的儿子特洛伊，无奈地叹了口气，表示自己不想让他看到这副狼狈的模样。随后上前紧紧抱住了特洛伊。可就在拥抱的下一秒，院长竟然掏出利刃，狠狠刺进了特洛伊的身体，鲜血瞬间洒满了地面。院长在特洛伊耳边低语，责怪他不听话，说他本该喝下自己准备的毒酒，这样就能用其他孩子代替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亲自动手。特洛伊痛苦地瘫倒在地上，一旁的黛西彻底看傻了眼，颤抖着呼喊院长和特洛伊的名字，根本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特洛伊倒在血泊中痛苦喘息，而院长却像疯了一样大笑起来。他转头向恶魔麦勒克大喊，既然不要其他孩子，那就用自己亲生儿子的命来当祭品。20年前的美莱还只是孤儿院里的一名普通孤儿，因为从小表现得聪明乖巧，他深得当时老院长的喜爱。老院长甚至把他带到了地下室，向他展示了能实现愿望的恶魔，并坦白了孤儿院资金的真正来源，全都是靠向恶魔献祭换来的。老院长把美莱当成了接班人，要求他从今以后一起帮忙，美莱也因此彻底卷入了这场罪恶。美莱爽快地答应了老院长，成为了他的养女，并开始协助他侍奉恶魔。这一帮就是整整2年。孤儿院里年纪较大的孩子陆陆续续都离奇消失了。面对同伴痛苦的质问和求饶，美莱没有丝毫同情，反而责怪对方不懂得感恩，甚至用断食来惩罚他们。直到有一天，大圣堂开始在全国搜捕术士。老院长虽然慌忙销毁了所有证据，但最终还是被判定为术士，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架上。老院长被烧死后，美莱洗清了嫌疑，顺理成章地继承了孤儿院以及院里所有的孤儿。面对无依无靠痛哭的孩子们，美莱表面上温柔地带他们回去，内心却毫无波澜。起初他用老院长留下的钱维持运转，但随着儿子特洛伊出生，孤儿院的资金很快见底。走投无路的美莱再次打开地下室，却发现恶魔早已消失不见。为了维持生计，美莱彻底抛弃了底线，开始将孤儿院的孩子们卖给奴隶贩子。虽然卖孩子的收入远不如从前，但对当时的美莱来说也足够维持。
可他的亲生儿子特洛伊却越来越叛逆，不仅踢翻了给孤儿们准备的食物，还警告美莱别再管这些乞丐。雪上加霜的是，买家开始嫌弃孤儿是残次品，卖孩子的生意变得越来越难做。美莱被迫用孤儿院做抵押借了巨款，特洛伊却在这时拿着15个金币炫耀，嘲讽美莱就算卖光孤儿也赚不到这么多。美莱看着自私的儿子感到无比头疼，走投无路的美莱前往神殿向他的老客户神父求助，却意外在那里看到了一幅画，上面竟然画着恶魔的召唤阵。为了躲避大圣堂的搜查，美莱曾亲手毁掉了旧的召唤阵，但走投无路的他最终还是画下新阵，成功将恶魔麦勒克重新召唤了出来。看着倒在血泊中的特洛伊，美莱彻底陷入了疯狂。他挥舞着带血的匕首，放声大笑，叫嚣着要用亲生儿子的命代替孤儿，逼迫恶魔立刻实现他的愿望。这丧心病狂的举动让在场的众人都惊骇不已。伊万杰林走到麦勒克面前，伸手轻触他的额头，温柔地询问他是不是饿了，并承诺会让他饱餐一顿，劝他不用勉强自己吃下祭品。美莱见状气急败坏的大喊，催促麦勒克快点吃掉祭品，抱怨自己可是亲手刺伤了儿子。就在这时，伊万杰林身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美莱被这神圣的一幕彻底震慑，喃喃自语的将他当成了天使，手中的匕首也随之掉落在地。美莱跪在地上，把伊万杰林当成了降临的天使，苦苦哀求对方实现自己的愿望，甚至兴奋的以为天使是来拯救他的。伊万杰林居高临下的看着他，冷冷的表示计划已经变了，警告美莱立刻收手。美莱瞬间陷入了恐慌，她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开始语无伦次的哀求起来，甚至表示愿意献出一切来交换。伊万杰林根本不想理会他，转头叮嘱坎娜照顾好孩子们，并让杰利看住美莱。美莱彻底失去了理智，疯狂叫嚣着要用所有孩子的灵魂做祭品。一旁的劳伦看着平日里敬重的院长，吓得不知所措。美莱歇斯底里地质问为什么不帮他，而此时抱着特洛伊的黛西正虚弱的向伊万杰林求助。黛西紧紧抱着特洛伊，哭喊着他快要撑不住了。虽然他之前一直很讨厌特洛伊，但现在只想保住他的命。好亲口问出真相，伊万杰林虽然有些无奈，但还是拿出了应急的圣水，让黛西赶紧给特洛伊服下。黛西连忙道谢接了过去。看着眼前的一片狼藉，伊万杰林开始发愁该怎么收场。一旦把院长送去成防卫队，这群孤儿的安置和孤儿院的后续管理都成了难题。就在他一筹莫展时，耳边突然传来了一阵软萌的猫叫声，这让伊万杰林有些疑惑，原来是布丁。加百列顶着猫走了进来，主动向伊万杰林打招呼。伊万杰林十分惊讶，不明白自己的猫怎么会在他那里。加百列无奈地表示，说来话长，他为自己深夜不请自来致歉，并询问伊万杰林是否需要帮忙。面对眼前棘手的烂摊子，伊万杰林抱回猫，立刻表示自己非常需要协助。特洛伊缓缓睁开双眼，他捂着伤口有些迷茫，只记得自己被母亲刺伤之后的事情全无印象。黛西见他醒来，赶紧凑上前告诉他孩子们都已被救下，而他的母亲美莱已被骑士团当场逮捕。听到母亲被抓的消息，特洛伊神色复杂的叹气，反而觉得有些庆幸。黛西紧接着追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特洛伊有些自嘲地表示，母亲是为了钱才带走孩子。黛西看着带伤的孩子们，意识到特洛伊故意弄伤他们，是为了防止他们被卖当奴隶。黛西不解他为何不求助，特洛伊无奈表示没人会信，大家把美莱当成唯一依靠，揭穿真面目只会被当疯子，更何况在这个世道，根本没人会在意孤儿死活。城防队对失踪案不闻不问，贵族也只是花铜板满足虚荣。特洛伊看着远处的两人，冷冷表示骑士团善意难持久，一旦加百列和伊万杰林离开，失去院长的孤儿院无法维持，这群孩子同样活不下去。加百列走上前表示，孩子们会被送往神殿机构，他坦言自己也是在那长大，不用担心孩子们再次受害。伊万杰林听到后十分惊讶，没想到圣骑士也是孤儿出身。加百列大方承认了过去，并回忆起当年受助的经历。为了打消特洛伊的顾虑，加百列提议让他担任监督员。特洛伊听到提议愣在原地。加百列解释，他既然能发现罪行，就一定能察觉机构是否怠慢。加百列递给特洛伊一个信物，承诺遇到麻烦可以随时找他。特洛伊深知自己别无选择，点头答应去神殿守护孩子。随着马车缓缓驶离，这场风波总算安全解决。伊万杰林终于松了一口气。黛西决定带着3个孩子一起回到公爵府生活，被绑架的恶魔也被顺带押走。送走所有人后，伊万杰林好奇询问加百列，他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加百列解释，本想去府邸找他，听到女仆长赫娜提起他未归，这才一路寻了过来。加百列解释是向管家打听去向，并在布丁的带领下，通过秘密通道才找了过来。伊万杰林顺势询问他的来意，加百列坦言本有事相求，但眼下显然不是谈话时机。他为今晚的冒昧到访致歉，表示明天会登门正式拜访。然而加百列并未行普通问候礼，而是拉起伊万杰林的手，轻轻吻在他的手腕上。伊万杰林顿时愣在原地，他能清晰感觉到对方故意吻在脉搏跳动处，这感觉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伊万杰林感觉对方仿佛在亲吻自己的心脏，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加百列便礼貌地告辞离去，留下他一个人在原地凌乱。看着加百列远去的背影，伊万杰林羞红了脸，暗骂他们明明才刚认识没多久，这家伙
怎么能做出这种举动？而且撩完人居然就直接走了。看着渐渐远去的马车，伊万杰林拼命摇头，让自己清醒，告诫自己对方只是个纸片人，千万不能被他的美色动摇。可他的内心其实早就乱了。而此时坐在马车里的加百列正神情严肃地看着窗外。加百列注意到伊万杰林在救那些孩子时表现得格外温柔，他平日里那副冷漠的面具在孩子们遇到危险时彻底破防，轻易展露出了最真实的一面。这让加百列想起先前的试探，当时他故意做出越界举动，也只是窥见了一丝端倪，脑海中浮现出他的身影。加百列不由想起自己的孤儿时期，如果当年自己也遇到了他，那只白皙冰冷的手是不是也会温柔地伸向自己？加百列独自坐在马车里，努力不再去回想过去的事，毕竟那些已经无法改变。画面一转回到宅邸，伊万杰林在庭院里拦住黛西，严肃地质问他到底对加百列说了些什么。黛西紧张地攥紧衣角，终于坦白自己告诉了加百列，眼前的伊万杰林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伊万杰林。听到黛西亲口承认，伊万杰林整个人都傻了，他怎么也想不通，加百列居然早就知道自己是附身者，明明他的失忆借口天衣无缝掉马甲的剧情怎么现在就发生了？伊万杰林怎么也想不通，加百列既然早就知道他是附身者，为什么还要一直装作若无其事？他突然想起加百列之前说过有重要的事情要找他谈，难道就是为了这件事？他决定明天见面时一定要问个明白。不过眼下还有个更棘手的问题，刚才的对话全被女仆康娜听到了。伊万杰林有些紧张地询问康娜，得知真相后会不会觉得自己被欺骗了？没想到康娜根本不在乎这些，在他心里救了自己的人就是眼前的女主人。这番话让伊万杰林感动不已。康娜接着转头质问黛西，难道就因为身份的变化就要抹杀掉小姐对他的所有帮助吗？黛西低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伊万杰林知道他需要时间来适应，便让康娜先带他回屋，顺便交代一些在他身边做事的规矩。安顿好黛西之后，伊万杰林让杰利去把布丁和麦勒克叫来。谁知伴随着一阵惨叫，杰利直接拎着布丁带着麦勒克瞬间传送到了面前。伊万杰林累得已经没脾气了，顺口询问起带回来的那些孩子。杰利表示赫娜正好照顾着他们。伊万杰林解释自己也是附身者，所以才用着别人的名字。麦勒克听完瞬间释怀，接受了自己继续叫麦勒克。一旁的杰利有些吃醋，追问自己的名字怎么办。伊万杰林无情的表示他就是杰利，气得杰利小声抱怨名字难听。不过杰利很快转移话题，提醒该给麦勒克准备食物了。伊万杰林这才想起之前的承诺，开始琢磨起这家伙到底吃什么。杰利是狼而布丁是猫。杰利顺口解释麦勒克其实是只牛。伊万杰林听完直接傻眼，没想到言情小说里居然还有牛头人，可公爵府里根本没有饲料。为了不让麦勒克挨饿，伊万杰林决定先找点蔬菜给他垫垫肚子。伊万杰林看着空中飘落的樱花，心想这既然也算植物，便顺手接住一片递给麦勒克，询问他要不要尝尝看。一旁的杰利觉得这根本没用，可麦勒克却直接把花瓣吞了下去，甚至兴奋地大喊非常美味，表示自己能吃下很多。杰利见状也好奇地尝了一口，却发现味道确实很奇怪。他深知恶魔不可能觉得普通花瓣好吃，不禁怀疑起这些樱花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场景转到了安置孤儿的房间，赫娜正独自守在窗前，看着床上熟睡的孩子们。康纳和黛西推门走了进来，康纳准备去整理伊万杰林的房间，赫娜则决定留下来继续照看孩子。康纳离开后，黛西主动提出接班，劝赫娜赶紧回去休息，可赫娜却满脸忧虑地愣在原地。这反常的反应让黛西有些疑惑。黛西向赫娜吐露心声，妹妹康娜从小体弱多病，如今能健康欢笑全靠圣水维持，就算现在的康娜被别人附身，她也愿意为了妹妹的笑容付出一切。赫娜听完这番话，神色有些异样。黛西见状连忙向她道歉，解释自己可能只是胡思乱想。黛西提到被杰利复活的尸体脖子上都会留下红色印记，她拉着赫娜的手安慰对方不要担心。黛西告诉赫娜，加百列在审问祭司时发现，死而复生的人一旦接触圣水，身体就会像被烈火燃烧一样，所以喝过圣水的康娜应该没事。听到这话的赫娜却更加忧虑，因为她记得妹妹只有生病时用过圣水，后来康娜脖子受伤，却死活不肯再用圣水治疗，这才留下了那道疤痕。赫娜不禁怀疑妹妹是在害怕圣水，如果让康娜受更重的伤，逼她不得不使用圣水，是不是就能试探出真相？就在赫娜纠结时，康娜推开门，笑着扑进她怀里，看着天真无邪的妹妹，赫娜瞬间打消了可怕的念头。她深知自己绝不能伤害妹妹，虽然紧紧抱住了妹妹，可赫娜内心的怀疑却像野草般疯长。她意识到自己余生都将活在焦虑中。第二天，加百列如约登门拜访，两人在露台上相对而坐。伊万杰林主动开口询问他的来意，加百列神色认真地看着他，直接抛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请求，询问伊万杰林是否愿意做他的舞伴。他原本以为黛西告密后，加百列会像圣骑士一样来找他驱魔，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舞会邀请。伊万杰林忍不住向他确认是不是要一起去参加舞会，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追问对方是不是忘了自己是附身者。加百列却平静地表示自己非常清楚。伊万杰林甚至开始怀疑加百列是不是受到了生命威胁，才不得不选他当舞伴。加百列无奈地否认了这种猜测，并准备说出自己真正的理由。
时间回到了伊万杰林刚回府的那天。当时加百列接到紧急召集，来到了大神殿地下的重犯监狱，四周到处都传出痛苦的呻吟声。在马里克的陪同下，加百列一步步走向地牢深处。马里克主动向加百列打起了招呼。马里克向加百列证实了，此时地牢里正关着一个被圣水融化成黑泥的怪物，嘴里还不断发出痛苦的呻吟。马里克指出，这个怪物就是曾经的维尔加祭司，虽然他的心脏早已停止跳动，身体也几乎被圣水融化，却依然在诡异地挣扎活动。马里克伸手按住怪物的头，质问加百列，这副模样是否还能被称为人类？他让加百列看清楚，这就是背叛神明之人的下场。马里克看着地上的怪物，冷冷表示，他死后也无法得到神明瑞秋的救赎。巴尼亚提到，这人是在神殿看了幅画后才开始举行仪式的。马里克解释，那是一个画着星星的召唤阵，而星星向来是巫师的象征。在瑞秋神殿的教义中，太阳代表着唯一的真神，而星星则是与太阳对立的邪恶存在，是那些无法仰望神明的卑微之人才会去祈求的邪恶力量。马里克指出，借助星星的力量必然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巴尼亚在一旁叹了口气，表示早知如此就该提前毁掉那幅画，幸好一场大火及时烧毁了它。加百列在一旁默默听着，总觉得马里克的语气有些微妙，仿佛这场火灾正是他所期望的。加百列随即开口打听，当时扑灭大火的是不是伊万杰林本人？马里克觉得这事没必要隐瞒，便大方承认了。马里克见状笑着调侃加百列，问他是不是担心自己会伤害伊万杰林。加百列平静地否认，表示自己只是想表彰这位立功的功臣。这位看似虔诚的马里克主教，为了神明瑞秋不惜制造流血。早在20年前的异端清洗中，他就靠着铁血手腕一路爬到了如今的地位。为了能继续往上爬，他甚至故意展出那幅画，引诱人们堕落成为巫师。只要等巫师的数量变多，他就能再次通过抓捕他们来为自己积累晋升的功绩。加百列听着这些分析，神色变得愈发凝重。加百列怀疑主教在重蹈覆辙，他觉得不能再坐视不管，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但他决定暂时对伊万杰林隐瞒主教的阴谋，担心他与主教起冲突会遭遇危险。加百列向伊万杰林透露，因为多脑的那幅画作，他的召唤阵已经在贵族圈子里传开，为了防止召唤阵被滥用，必须尽快出手阻止。伊万杰林联想到祭司和院长的恶行，忍不住吐槽这里的人心险恶，居然连精灵召唤阵都想利用。不过他还是有些纳闷，为什么加百列偏偏要邀请自己当舞伴？在他看来，自己只是去舞会上跳个舞，怎么可能阻止禁忌召唤阵的传播？加百列却十分笃定地表示，只要伊万杰林在场，那幅画的影响力就会被削弱。他提到之前伊万杰林去大圣堂时，那些原本对画作痴迷的人，在见到他之后都彻底失去了兴趣。伊万杰林听完顿时大受震撼，不过他的关注点却完全跑偏了。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精灵讨厌透了，所以才会产生这种驱散效果。伊万杰林这才想通，为什么别人都能召唤精灵，偏偏只有自己不行。原来穿越不仅没有外挂，反而还被削弱了。加百列接着解释，邀请他当舞伴也是为了帮他掩人耳目，避免身份引起怀疑。而这个主意其实是下属拉斐尔出的。拉斐尔曾提醒加百列，频繁接触可疑的贵族小姐会被误会是在追查罪犯，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伪装成团长坠入爱河。听完加百列的转述，伊万杰林顿时心领神会，这不就是言情小说里最经典的契约恋爱套路吗？伊万杰林深知自己作为恶毒女配，根本无法避开剧情的拉扯。既然如此，和正直的圣骑士加百列绑定，反而是洗清嫌疑的最好办法。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邀请，表示很乐意成为他的舞伴。加百列单膝跪地，轻轻吻了他的手背，表示感谢。温馨的氛围还没维持多久，门外突然传来了一声尴尬的打扰。女仆黛西突然推门打断了两人，她提醒加百列，自家小姐身体一直很虚弱，甚至连社交界首秀都还没参加过。伊万杰林听完顿时愣在原地，他本以为恶毒女配都该在社交界称霸，没想到自己只是个没出过门的宅女。加百列思索片刻后表示，那只能先从准备社交界首秀开始。伊万杰林无奈答应，只觉得眼前的路变得更加漫长了。与此同时，在庄严的神殿大厅里，马里克正低声呼唤着巴尼亚主教。马里克调侃加百列最近的行为就像是到了青春期，甚至还开始瞒着身边的人。他觉得加百列正值壮年，不好意思公开谈论感情也算正常，但看着加百列为了对方大手大脚的花钱，显然是被那位年轻女士迷住了。这让马里克对伊万杰林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他转头询问亲眼见过女方的巴尼亚，想知道对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巴尼亚沉默片刻后，神色凝重地回答，在他看来，伊万杰林简直就像神一样。马里克觉得伊万杰林简直就像瑞秋夫人，难怪加百列会陷得这么深。但巴尼亚却保持着清醒，他深知外表和本性往往并不一致。既然大家都担心加百列被骗，不如亲自去考察一下这位大小姐的品性。马里克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亲自去查个清楚。为了准备社交界首秀，伊万杰林开始接受各种培训。可奇怪的是，家教老师们接连被吓跑，管家不得不求他别再乱动。好在礼仪老师顶住压力留了下来，虽然每次上课都紧张的双手发抖。面对即将到来的舞会，伊万杰林想找他练习舞蹈，却遇到了新的难题。礼仪老师表示自己只懂女步，如果和伊万杰林搭档，就要跳男步，这实在有些勉为其难。于是他建议伊万杰林直接去找加百列当练习舞伴。听完这个提议，伊万杰林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自己与加百列在舞池中亲密共舞的浪漫画面。
伊万杰林在老师指导下笨拙地练习着舞步。随着今天的礼仪课结束，老师便行礼告辞离去。伊万杰林心想，既然要搭档，不如直接去找加百列练习。可转念一想，加百列那副严肃的样子，该不会把跳舞变成体能训练吧？正纠结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原来是加百列过来了。伊万杰林赶紧让他进来，打算顺便询问练习舞步的事。加百列一进门就带来好消息，关于社交界首秀的监护人问题，金德托腾侯爵夫人已经同意担任他的监护人，这让伊万杰林感到十分惊喜。伊万杰林有些不敢相信，在老师们纷纷被吓跑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愿意当他的监护人。加百列解释说，这位侯爵夫人也有个身体虚弱的孩子，出于同病相怜才决定帮忙，而且侯爵夫人人脉极广。加百列提议带他登门拜访，两人很快来到了侯爵夫人的府邸。一进门，伊万杰林就注意到墙上挂满了各种宗教画作，忍不住在心里感叹，这位夫人的信仰还真是虔诚。这时金德托腾侯爵夫人主动迎了出来，热情地向他们打招呼，并自我介绍说自己就是这次首秀的监护人。伊万杰林礼貌地自我介绍，并感谢夫人愿意接下这个麻烦差事。金德托腾侯爵夫人温柔地表示自己很同情伊万杰林的处境，能帮上忙也是应该的。夫人接着透露，自己其实还欠了加百列一个人情，所以让伊万杰林不用觉得有负担。听到人情两个字，伊万杰林忍不住有些好奇。夫人招呼大家先坐下，准备商量接下来的授课计划。可几人刚落座，门外就突然传来剧烈的咳嗽声，紧接着房门被推开，一个脸色苍白的小男孩在仆人陪同下，一边咳嗽一边虚弱地喊着母亲。金德托腾侯爵夫人见状立刻站起身，心疼地叫着儿子莱德的名字，责备他不好好在床上休息，怎么又自己跑了出来。莱德虚弱地抱住母亲，表示既然有客人拜访，自己不能一直躺在床上。随后他礼貌地向伊万杰林问好。伊万杰林客气地回应，感谢他带病前来打招呼，但紧接着他便抱歉地表示自己无法满足夫人的期望。听到这个回答，金德托腾夫人顿时脸色大变，情绪失控地质问伊万杰林是不是在故意隐瞒治病方法。夫人甚至提出可以用领的作为交换，苦苦哀求伊万杰林救救自己的儿子。看着眼前近乎崩溃的母亲，伊万杰林感到十分为难，因为他根本没有什么治病的秘诀，无法提供不存在的方法。为了安抚对方，他决定换个方式来说服夫人。伊万杰林决定利用自己最近的恶名，他主动提起自己是冒牌货的传闻，并撒谎说这是因为自己召唤了恶魔。他深知夫人是虔诚的太阳神信徒，于是故意反问对方是否愿意背弃神明去依靠恶魔。面对这个无法逾越的信仰底线，金德托腾夫人顿时被问得哑口无言。伊万杰林也顺利脱身离开了府邸。加百列向伊万杰林确认是否真的没有其他办法救那个孩子。伊万杰林无奈地表示自己能活下来只是因为换了灵魂，根本没有治病的方法。加百列听后明白了一切，他推测金德托腾夫人恐怕再也不会去神殿了，因为神明背叛了他的信仰。在人们眼里，如果连圣水都无法治愈莱德，就意味着他被神明抛弃并受到了诅咒。神殿为了平息舆论，甚至切断了对夫人的圣水供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走投无路的金德托腾夫人会不顾尊严地向伊万杰林下跪哀求。加百列坦言，虽然明知圣水救不了那个孩子，但看着夫人像抓住救命稻草般哀求，他实在无法做事不管。考虑到夫人的处境，加百列提议最好为伊万杰林另找一位社交引路人。伊万杰林有些担心这是否可行，加百列则承诺会想办法解决。他觉得金德托腾夫人现在更应该把所剩无几的时间用来多陪陪重病的儿子。为了帮伊万杰林准备社交首秀，加百列竟然直接把整个试衣间都搬到了房间里。这番大手笔让伊万杰林真切体会到，他确实像小说里的霸道总裁。虽然之前寻找监护人的事情没成功，但加百列不仅没有气馁，还专门请来了服装设计师。这份责任感让伊万杰林十分佩服。这时设计师阿尔忒弥西亚走上前，激动地称赞伊万杰林非常美丽，并自我介绍说是米歇尔的姐姐，也可以叫她米莎。伊万杰林这才想起对方就是之前在火场里拼命抢救画作的米歇尔，仔细一看姐弟俩确实长得很像。米莎兴奋地提起外界的传闻，说伊万杰林会勾走别人的灵魂，甚至连高贵的骑士都会被迷惑。不过他觉得这只是因为伊万杰林太美了。伊万杰林在心里默默吐槽对方的性格，米莎保证会全力以赴帮他和加百列准备最棒的社交首秀。看着伊万杰林像普通贵族小姐一样社交，加百列在一旁默默注视着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也已经被他吸引。米莎提议先是穿样衣确认尺寸，以便后续修改出最完美的礼服。伊万杰林欣然同意，两人随即便准备前往空房间进行试穿。正当伊万杰林准备去试衣服时，加百列却突然伸手拉住了他。伊万杰林有些疑惑地回头看去，加百列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失态，连忙松开手，慌乱地向他道歉，甚至害羞得用手捂住脸，连耳朵都彻底红透了。看着加百列这副纯情的样子，伊万杰林觉得十分有趣，体贴地表示没关系，便跟着米莎先去房间试衣服，好留出时间让他独自冷静一下。加百列看着自己的手，坦白了对伊万杰林最初的感情，其实只有好奇和恐惧。他害怕对方摘下面具后的真面目，所以才刻意去讨好和迎合，但改变
往往发生在意料之外。当看到伊万杰林从孤儿院救出孩子时，加百列心中便产生了一丝期待。他真切地感受到眼前的伊万杰林是如此鲜活，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把童年的悲惨过去投射到了金德托腾夫人的儿子身上，甚至擅自期盼着能从伊万杰林身上得到救赎。得知无法拯救侯爵之子时，加百列心中其实无比失望。他曾自私地以为伊万杰林是无所不能的超然存在，能像神明一样创造奇迹。可他一边觉得伊万杰林充满人情味，一边又把他当成神明来索取救赎。正是这种矛盾的失望感，让他看清了自己的内心。原来他早已对伊万杰林敞开了心扉，所以刚才当伊万杰林准备离开时，他才会下意识拉住他的手，像个无助的孩子一样渴望依恋，却又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羞愧，只能在对方疑惑的目光中慌乱无措。加百列还在为自己的迟钝感到懊恼，米莎便兴奋地推开门，叫他赶紧看过来。此时伊万杰林已经换好礼服走了出来，加百列看后只是客套地表示很适合他。米莎觉得这个评价太敷衍，催促他用天使或仙女来形容。听到天使这个词，加百列不由得联想到了光之天使的传闻，觉得这确实最适合形容伊万杰林。加百列由衷的赞叹伊万杰林宛如太阳升起后最耀眼的那颗晨星。一旁的米莎也连声夸好。既然加百列就在现场，伊万杰林便顺势提出想请加百列担任自己的舞伴，好提前熟悉穿礼服跳舞的感觉。加百列疑惑怎么不去找老师，伊万杰林无奈提醒其他家教老师早就全被吓跑了。加百列这才猛然想起这件事。米莎见状十分识趣，立刻借口去画设计图退出房间，特意为两人留出了独处空间。随着房门关上，面对突如其来的单独相处，加百列一时有些犹豫，伊万杰林便主动询问他的决定。加百列欣然接受了邀请，伊万杰林提议去镜子多的地方，以便随时调整舞姿。两人动身前往练习场地，却不知不丁已经在暗中盯上了他们。来到练习室后，加百列主动向伊万杰林邀舞，伊万杰林笑着把手递了过去，表示今天会陪他好好练习。不过他很快又想起一件事，听说跳舞时还得互相聊天才行。加百列坦言自己不擅长言辞，便顺着话题聊起米莎。他透露这位设计师性格极其挑剔，这次愿意前来完全是个例外。加百列看着眼前的伊万杰林，意识到只要被他的目光吸引，任何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改变，甚至连他自己坚守至今的信仰与理想也开始在悄然间产生动摇。加百列觉得自己过去坚守并建立的一切，在这一刻都变得毫无意义，是伊万杰林打破了他的世界，又在废墟上重新构建了规则。听到加百列的这番话，伊万杰林忍不住笑出声来，调侃这听起来简直就像是在告白。然而加百列却保持了沉默，并没有开口否认，这让伊万杰林有些意外。他看着眼前的加百列，轻声追问他是不是真的对自己动了真心。伊万杰林看着眼前的加百列，心中却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他忍不住在心底反问，明明对方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怎么就能如此轻易地动了真心？伊万杰林看着加百列，轻声追问他是否真的喜欢自己，甚至是在不知道他真实身份的情况下。此时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冰冷而诡异的愤怒，这股突如其来的尖锐情绪让正在共舞的加百列猛地一惊。他终于从恍惚中清醒过来，开始察觉到周围的异样。伴随着沉闷的异响，无数道血红色的诡异纹路正沿着温室的玻璃穹顶疯狂蔓延，将两人彻底笼罩在了一片血色之中。转眼间，整个世界都被血红色的污秽彻底覆盖，周围的肉块像是有生命般剧烈跳动，而在这诡异波动的中心，却是一个在镜子里无法映照出的存在。此时怀里的伊万杰林仿佛变成了一个虚无的幻影，加百列紧握着的那只手冰冷的就像是一具毫无生气的尸体。这可怕的触感瞬间勾起了加百列最深处的童年阴影，让他仿佛回到了过去，正背着一个死去的孩子在黑暗中拼命奔跑。伊万杰林的声音在耳边悠悠响起，提醒他所了解的不过是自己披着这具外壳的表象。他们相识不久，他根本不知道这具身体里装的是什么。伊万杰林直言这所谓的告白有些荒谬，在加百列眼中，伊万杰林本是高悬天际的星辰，一旦坠落凡尘，世界都会因无法承受其光芒而崩溃。但他现在才明白，坠落的星辰同样会变得破碎扭曲，这正是他妄图将星辰拽落的卑劣欲望所招致的灾难性后果。看着眼前扭曲的黑色阴影，加百列伸出的手指不住地颤抖。当他从这可怕的幻象中挣脱出来，两人依然静静地站在温室中央。伊万杰林看着加百列，平静地表示两人只需保持适度的关系，在需要时互相帮助就足够了。他坦言自己其实挺喜欢加百列，但随后便以疲惫为由，主动结束了今天的舞蹈练习。向加百列道过晚安后，伊万杰林转身走出了温室，只留下加百列独自站在原地，默默看着他离去的背影。伊万杰林独自走在深夜的庭院里，他突然停下脚步，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强烈的恶心感让他忍不住捂住了嘴。他本以为自己很清楚加百列的感情，至少他曾经是这么认为的。可回想起刚才共舞时，加百列听到他调侃那是告白时的神情，那根本不是陷入爱河的幸福，而是一种被沉重罪恶感压垮的痛苦。如果加百列只是像小说里那样说些轻飘飘的甜言蜜语，自己或许还不会觉得这么难受，毕竟纸面上的爱情总是轻描淡写，可他眼神里那份绝望的深情实在太沉重了，沉重到让他无法承受。
原本体验小说剧情的兴奋感瞬间冷却，伊万杰林的脚步变得无比沉重，他无力地靠在树干上，那些原本只存在于书页上的文字，此刻仿佛有了实体，化作沉重的枷锁，将他死死压住。那些文字仿佛长出了手脚，像密密麻麻的蚂蚁般向他爬来，带来令人作呕的真实感。伊万杰林本以为自己穿越后一直把情绪控制得很好，但加百列那份沉重的感情还是彻底打乱了他的心神。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不断在心中告诫自己，这里终究只是个小说世界，什么都不会改变。他绝不能真的对加百列动心，只要继续配合演好这场戏，避免落得恶女被杀的悲惨结局就好。想通了这一点，伊万杰林的眼神重新变得坚定，他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再有任何动摇。伊万杰林离开后，加百列独自站在空旷的温室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上满是落寞与沉重。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随后转身走出了温室大门。然而还没走多远，女仆康那边抱着布丁，在黑暗中拦住了他的去路。康纳直接开口质问加百列，是不是看到了大小姐刚才的异样，甚至指出他此时的脸色已经变得极其苍白。康纳看着沉默的加百列，调侃他身为骑士却如此脆弱，甚至开玩笑说，如果他是嫉妒自己深受大小姐器重，那就要更加努力才行。面对加百列的疑惑，康纳微笑着表示，因为他们都是深爱着大小姐的人，所以他一眼就能看穿加百列内心深处那无法填满的空虚。他指出加百列是个极度渴望的人，普通的温存根本无法满足他，他必须彻底沉溺其中才能解渴。康纳接着提起之前的报告书，质问加百列明明早就知道大小姐绝非普通人，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开始感到害怕？他直视着加百列的眼睛，一针见血地戳穿他的幻想，问他是不是擅自把大小姐当成了天使，如今发现真相不同才感到幻灭。康纳在心中默默盘算，如果加百列无法通过这次考验，那自己就会成为这世上唯一能够全心爱着大小姐的人。能独占大小姐固然是无上的喜悦，但与此同时，他也希望大小姐珍视的东西能越来越多。康纳收起思绪，看着眼前的加百列，直言，如果想要继续爱着大小姐，就必须学会忍耐，甚至连那份未知的恐惧也必须一并爱下去，只有做到这一步，才配得到大小姐的爱。听到这番话，加百列神色凝重地咽了咽口水。加百列再次陷入了那个熟悉的噩梦中，梦里一辆疾驰的马车无情地碾过一个孩子，围观的人不仅冷眼旁观，还唾弃加百列是会带来诅咒的巫师。加百列背起奄奄一息的孩子，奔向大圣堂，可圣堂的祭司却冷漠地拒绝施救。加百列愤怒地拆穿祭司的谎言，质问他为什么不肯用救济穷人的圣水。闻讯赶来的亚巴尼亚主教上前询问，祭司这才慌忙解释说，圣水已经用来给另一位祭司治疗脚伤了。背着奄奄一息的孩子，加百列能清晰感受到背后的心跳越来越弱，但这微弱而缓慢的律动却让他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熟悉感，这分明是属于伊万杰林的心跳。伴随着伊万杰林的幻影，耳边传来他要提供帮助的呢喃。加百列猛地从梦中惊醒，发现自己正坐在办公桌前。一旁的拉斐尔见状面露担忧，说他刚才在谈话时突然打瞌睡，劝他注意休息。加百列摇了摇头，示意自己没事，让拉斐尔继续刚才没说完的话。拉斐尔向加百列汇报，马里克主教突然召见了米歇尔，而米歇尔在临走前坚持要先向加百列报告。拉斐尔忍不住抱怨，米歇尔最近的行为实在有些出格，甚至扬言比其女神，他更愿意效忠伊万杰林。拉斐尔推测亚巴尼亚主教一定告了密，毕竟当初画作烧毁时，只有他目睹了米歇尔的异样，之后还一直打探伊万杰林的消息。拉斐尔担心米歇尔会被踢出骑士团，忍不住痛骂亚巴尼亚主教是个伪君子。加百列却突然开口打断，表示亚巴尼亚主教并非那么冷酷。面对拉斐尔的质疑，加百列神色黯然地解释，自己曾欠下亚巴尼亚主教巨大的人情，如果没有对方，根本不会有今天的自己。虽然亚巴尼亚主教如今变得冷酷，但当年他确实对加百列有过恩情，不仅收留了在神殿闹事的他，还带他去祭奠那个死去的孩子。回到现实，加百列向米歇尔提出了心中的疑问，他不明白这个曾经信仰最坚定的圣骑士为什么会突然放弃对太阳神的祈祷，转而对伊万杰林产生近乎疯狂的执念。面对询问，米歇尔给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答案。他说自己当时看到了眼睛，那不是画作上的死板图案，而是由无数血红纤维连接着的真实巨眼。听到这个描述，加百列瞬间如坠冰窟，他难以置信地意识到米歇尔竟然看到了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诡异幻象。康纳的话在加百列耳边回响，如果想要继续爱着大小姐，就必须连同那份未知的恐惧一并爱下去，只有做到这一步，才配得到她的爱。回到现实中，加百列看着眼前的米歇尔，不明白他在目睹了那只诡异巨眼后，为什么还能如此狂热地崇拜伊万杰林。米歇尔却神色虔诚地表示，那些恐怖的幻象根本不重要，因为是伊万杰林救了他，所以他才会誓死效忠。加百列突然意识到，无论是盲目奉献的康纳，还是曾经心怀敌意的黛西，他们其实都曾被伊万杰林拯救过，可自己又算什么呢？加百列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无论伊万杰林在梦中如何帮助他，那个死去的孩子也无法复活，残酷的现实根本不会有任何改变。加百列不禁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因为错过了被救赎的机会，才无法像其他人那样接受伊万杰林。但他很快强行打断了思绪，决定先去解决马里克主教召见的事。米歇尔担心有危险，执意要一同前往，这让一旁的拉斐尔感到十分无语。然而
当两人来到神殿，却被告知传达命令时出了差错。马里克主教真正召见的人其实是团长加百列。米歇尔对此难以置信，坚称自己确实听到了召唤。加百列安抚他先去休息，心中却很清楚，这种低级错误绝对是有人故意为之。加百列意识到自己一直躲着马里克主教，对方却利用米歇尔当诱饵将他引来。他推开门，只见马里克已等候多时。马里克一边为加百列倒上热茶，一边表示这是两人第一次单独谈话。他声称自己听说加百列最近遇到了困难，所以特意找他来提供帮助。马里克直接点出，加百列至今没能为伊万杰林找到监护人，甚至提到自从伊万杰林拜访过托腾夫人后，对方就彻底把自己关了起来。马里克指出，伊万杰林连神殿都没去，自然也不会回复加百列的信件。加百列心中警惕，托腾夫人同意做监护人的事极少人知情，他怀疑是托腾家族那边泄露了消息。他更担心对方是否已经察觉自己曾私下向托腾夫人提供圣水的秘密交易。马里克感叹伊万杰林如今孤立无援，随后主动提出自己可以担任伊万杰林的监护人。拉斐尔冒着大雨送来紧急信件，看着眼前狼狈的骑士，伊万杰林心中十分疑惑。他不明白加百列为何派人送信，是不想见他，还是太在乎他？伊万杰林摇了摇头，决定不再胡思乱想。信中提到马里克主教将担任他的监护人，这让他松了一口气。然而一旁的拉斐尔却警告他，马里克主教是对他最危险的人。伊万杰林追问对方危险在哪里，拉斐尔解释说，20年前马里克主教就是靠捕杀异端巫师上位，而伊万杰林死而复生的经历，极易被当成恶灵附身，直接处死。伊万杰林听后十分慌张，他可不想落得被处刑的下场，连忙询问是否有其他监护人选。拉斐尔表示，托腾夫人目前自身难保，只能先从名单中排除，不过作为最后的手段，他可以去求自己的母亲帮忙。听到这个提议，伊万杰林顿时愣在原地。拉斐尔自信地表示，自己好歹也是帝国公爵的儿子，只要回去求母亲帮忙，对方一定不会拒绝。伊万杰林有些意外，没想到这个初见时像反派的骑士，关键时刻竟然这么靠谱。拉斐尔正准备动身，伊万杰林却开口拒绝了这份好意。在他看来，拉斐尔早就和家族断了联系，如今突然回去求母亲，给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当监护人，只会被当成无理之徒赶出家门，而且如果表现得太刻意，反而会引起马里克主教的怀疑。拉斐尔提议，如果托腾夫人没有消息，就只能接受马里克主教的邀请。伊万杰林却对托腾夫人抱有希望，甚至提出和拉斐尔打个赌，他坚信对方一定会来。拉斐尔觉得托腾夫人的孩子病重，这种时候很难抽身前来。话音刚落，窗外突然传来异样的动静，杰利抓着一个在府外徘徊的兜帽人，快步走进房间，询问这是否就是他要等的人。被抓住的兜帽人正是托腾夫人，他满脸泪水的向伊万杰林求助。一旁的拉斐尔震惊不已，没想到托腾夫人真的来了。时间回到不久前，托腾府正下着暴雨，病床上的儿子莱德已经奄奄一息，甚至开始向母亲交代遗言。眼看儿子危在旦夕，托腾夫人彻底陷入了绝望。病床上的莱德虚弱地叮嘱母亲，就算自己不在了，也一定要守住侯爵领。他哭诉自己只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根本不想背负诅咒的恶名。托腾夫人心痛地抱住儿子，极力否认诅咒的说法，可莱德的意识却越来越模糊。而这所谓的诅咒，源于侯爵曾经的冷酷警告。他曾抱着年幼病重的莱德，冷漠地表示绝不能让托腾家族因为一个被诅咒的孩子而走向毁灭。奄奄一息的莱德用尽最后的力气，叮嘱母亲一定要小心管家。随后他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彻底失去了声息。看着死去的儿子，托腾夫人彻底崩溃，她绝望地哭喊着质问神明，为什么直到最后一刻都要让他的孩子被太阳神抛弃。就在托腾夫人陷入无尽深渊时，伊万杰林来到了他的身边，轻声询问他是否愿意放弃神明，转而向恶魔寻求依靠。看着已经没有呼吸的儿子，托腾夫人悲痛欲绝，决定立刻动身去找伊万杰林。他朝着门外大声呼喊，询问有没有人在。推门进来的是个面生的女仆，自称叫维瑟，因为一直在洗衣房工作，所以夫人对她没什么印象。托腾夫人询问原本守在门外的保姆去了哪里，维瑟解释说保姆是听从管家的吩咐，去给即将到来的少爷整理房间了。听到少爷这2个字，托腾夫人瞬间愣在原地。托腾夫人坚信只有莱德才是继承人，她突然想起儿子临终前对管家的警告，瞬间明白是管家发现莱德病危，便私下找来她丈夫的弟弟争夺爵位。为了隐瞒莱德已经去世的真相，托腾夫人对女仆维瑟撒谎，声称莱德只是退烧睡熟了，严令禁止任何人靠近或进入房间。随后他披上斗篷，在暴雨中骑马疾驰，动身前去赴伊万杰林的约定。托腾夫人终于赶到，她死死抓住伊万杰林的手，哀求他无论如何都要救活莱德，绝不能让旁人趁机夺走家族的爵位。伊万杰林深知自己需要托腾夫人的支持，决定插手此事，就算自己无法让死人复活，也能用恶女的名头去震慑那个不轨的管家。至于侯爵的弟弟，伊万杰林决定借助骑士团的力量，他立刻吩咐杰利去请加百列，毕竟加百列本
就想帮托腾家族，如果能多帮那个可怜的孩子一点，或许事情还有转机。就在伊万杰林苦思冥想时，脑海中突然响起一个声音，嘲讽他是无能的附身者，让他赶紧想个有用的诡计。这个突如其来的词汇让伊万杰林瞬间愣在原地。面对脑海中那个声音的嘲讽，伊万杰林突然冷静下来，他意识到或许还有别的解决办法。他立刻转头吩咐女仆赫娜去把最近刚进府的麦勒克叫来。此时的麦勒克正在马厩里喂马，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被召见。暴雨之夜，侯爵弟弟撑着伞回到托腾府，看着眼前的豪宅，他露出了势在必得的笑容。一进大门，他就向管家打听托腾夫人的下落。得知嫂子冒雨骑马外出，侯爵弟弟不禁发出一声冷笑。在他眼里，只要顺利夺下侯爵爵位，那个女人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他甚至厌恶地嫌弃对方想联姻。管家恭敬地请他进屋避雨，并表示保姆已经收拾好了房间。侯爵弟弟顺口问起继承人莱德，管家毫不知情地回答：莱德正在房间里静养，还以为少爷的病情有所好转。管家在前面带路，心中暗自盘算，他本想等病重的莱德自然死亡，可如今情况却脱离了掌控。奇迹康复的伊万杰林让管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他极为担心对方会出手治好莱德。为了阻止被诅咒的莱德继承爵位，管家宁可扶持无权的侯爵弟弟上位，跟在后面的侯爵弟弟还在虚伪地抱怨侄子不来迎接。托腾府内各怀鬼胎，而托腾夫人正带着救兵在暴雨中拼命赶路。马车里，伊万杰林看着焦虑的托腾夫人，冷静地提醒对方自己并不能提供完美的解决办法，并询问他是否还要坚持唤醒莱德。托腾夫人听后十分不解，急忙追问唤醒儿子会有什么隐患。看着眼前焦急的母亲，伊万杰林想起了对方先前的善意。当时托腾夫人见他鞋子坏了，特意送了他一双已故伯爵夫人的鞋。托腾夫人送鞋时毫无留恋，就像借出一件闲置的物品。他担心莱德复活后也会像伊万杰林一样失去情感，变成毫无生气的木偶，但这总好过向神明祈祷却得不到回应。暴雨中，马车终于抵达了托腾府。加百列扶着伊万杰林下车，然而此时府邸门前一片嘈杂，显然在他离开的时间里，府里发生了意料之外的变故。托腾夫人听到府内一片嘈杂，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迎面跑来的仆人们神色慌张，纷纷追问莱德是不是已经去世。托腾夫人又惊又怒，平时没人关心儿子的死活，今天消息却传得满天飞。他顾不上多想，立刻跑向儿子房间。赶到门口时，侯爵弟弟手持利斧英制的守在门前，笑着调侃他回来得比预想的还要早。托腾夫人愤怒的想要冲上前质问，却被身后的加百列拦住。加百列护在托腾夫人身前，警告侯爵弟弟立刻退后。侯爵弟弟皮笑肉不笑地质问嫂子怎么把骑士团的人带回了家。他声称自己只是想探望侄子莱德，却被女仆死死拦在门外，怀疑对方在里面动了什么手脚。此时房间内，女仆正紧紧抱着虚弱的莱德，在角落里吓得浑身发抖。加百列以骑士团长的身份警告侯爵弟弟立刻放下武器。侯爵弟弟顺从地扔掉斧头，却依然阴阳怪气地辩解自己只是担心侄子安危，反过来指责女仆恐吓继承人。托腾夫人忍无可忍地站出来，大声斥责侯爵弟弟，承认是自己命令女仆不准任何人进入。面对托腾夫人的质问，侯爵弟弟轻蔑地笑了笑，假惺惺地表示是自己误会了。一旁的加百列察觉到了不对劲，侯爵弟弟的表现实在太冷静了，擅闯继承人房间可是重罪，他却完全不担心受罚，除非背后有更强大的靠山。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侯爵弟弟突然猛地推开房门，指着屋里大声挑衅。他阴笑着表示，外面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躺在床上的莱德却连动都没动，这根本不像正常的睡相，反而更像已经死透了。听到这话，托腾夫人惊恐地瞪大了眼睛。侯爵弟弟假惺惺地提议，万一是女仆照顾不周导致意外，理应开门进去确认一下。他还拉上加百列作证，逼得托腾夫人无路可退。托腾夫人心里清楚，一旦莱德死亡的真相曝光，整个家族就会落入侯爵弟弟手中。绝望中，他想起了求助伊万杰林的情景。当时他哭着哀求伊万杰林救救孩子，伊万杰林贴在他耳边低语，询问他是否真的想让孩子活过来，哪怕醒来的人不再是他的儿子，而是别人占用了莱德的身体。伊万杰林在马车里坦言，自己并不是完美的解决办法，他把选择权交给了托腾夫人，要么公开接受莱德的死亡，要么在表面上假装儿子还活着。托腾夫人瞬间明白了对方的意思，她看着眼前虚弱死去的莱德，耳边回想起儿子临终前的哀求，莱德希望母亲能替他守住侯爵家。为了实现儿子的遗愿，托腾夫人彻底下定了决心，哪怕是利用儿子的尸体，她也绝不让侯爵弟弟夺走爵位。托腾夫人最终做出了选择，她哭着请求伊万杰林原谅自私的爱。伊万杰林表示理解，并抱住了他。随后，伊万杰林低声唤出麦勒克，麦勒克立刻催动黑色的魔力，穿过门缝潜入房间。诡异的力量瞬间将死去的莱德包裹。守在门外的女仆察觉到异样，立刻惊慌地指着房门大喊，让大家快看里面。女仆惊恐地喊出来的少爷居然动了。门外的侯爵弟弟听到消息，整个人呆住。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明明早已咽气的人，怎么可能还活着？一旁的加百列也满脸震惊，不敢相信眼前这违背常理的一幕。暴雨倾盆的深夜，伊万杰林在加百列的搀扶下走下马车。眼前的托腾府邸灯火通明，里面隐约传来嘈杂的喧闹声，显然府邸里发生了意外。
托腾夫人心急如焚，顾不上体面，立刻朝府内奔去。身旁的杰利低声警告伊万杰林，他在这里闻到了死亡的气息。伊万杰林立刻让加百列跟去保护夫人，表示自己身边有护卫，不用担心。加百列只得叮嘱他注意安全，随后转身冲进雨幕中。看着众人慌乱的背影，杰利忍不住吐槽，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要在死人身上浪费精力。雨夜的府邸外，身旁的杰利低声向伊万杰林透露，宅子里已经有孩子死去了，而且还有个疯子正拿着斧头。此时的府邸内，侯爵弟弟正手持利斧与加百列对峙。伊万杰林不禁感叹，为了争夺爵位，侯爵弟弟竟然能疯狂到这种地步。其实他早就料到了一切，虽然托腾夫人之前只说孩子病重，但结合上次见面的情况，他早就推断出孩子已经死亡或濒死。看着眼前的局势，伊万杰林不确定带麦勒克来是否正确，但为了应对接下来的局面，他还是转过头吩咐麦勒克准备出手。听到伊万杰林的命令，麦勒克整个人都愣住了。其实伊万杰林心里很清楚，自己也是个意外来到这里的附身者，在没有援助指引的情况下，单凭他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复活莱德。好在身边的麦勒克也是个附身者，而且他现在是灵魂状态，刚好可以进入莱德空无一人的躯壳。于是伊万杰林低声询问麦勒克是否愿意为了他进入那个孩子的身体。麦勒克听后吓得连连后退，他实在无法接受占有一个孩子的尸体，这让他感觉像是在犯下滔天大罪。伊万杰林见状只能继续劝说，如果现在不这么做，莱德就会彻底失去他的家族和一切。伊万杰林看着门外的闹剧，低声对身旁的麦勒克说，如果这孩子真的死了，根本不会有人为他哀悼，反而会被贪婪的亲戚生吞活剥。此时侯爵弟弟还在门外大声叫嚣，故意拍打着房门嘲讽，说里面动静这么大。莱德却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显然是想当众揭穿侄子的死讯。看着痛苦绝望的托腾夫人，伊万杰林继续劝说杰利，侯爵弟弟根本不在乎侄子的死活，他只是急着继承侯爵的爵位。目睹了侯爵弟弟的卑劣行径，麦勒克终于被彻底激怒，他咬牙做出了决定，同意进入莱德的身体。随后麦勒克化作黑紫色的魔力，顺着门缝悄无声息地潜入房间。麦勒克的灵魂彻底融入了莱德的身体，原本毫无生气的躯壳突然动了一下，怀抱着他的女仆吓得惊呼出声。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莱德缓缓睁开了双眼，眼看死人复活，侯爵弟弟彻底乱了阵脚。他气急败坏地质问身旁的管家，这和之前说好的完全不一样。管家看着眼前的奇迹，也彻底傻了眼。局势瞬间反转，伊万杰林冷静地扶住激动的托腾夫人，示意他先往后退。托腾夫人激动的双腿发软，但她还是强撑着，快步朝儿子的房间走去。来到门前，托腾夫人吩咐女仆开门，房门缓缓打开，只见莱德正披着毯子坐在地上。托腾夫人看着失而复得的儿子，一时间有些不敢相信，她颤抖着伸出手，一把将莱德紧紧抱在怀里，轻声询问儿子睡得怎么样。被麦勒克附身的莱德顺从地靠在母亲肩头，回答说自己睡得很香，只是被外面的噪音吵醒了。眼看莱德活生生站在面前，侯爵弟弟彻底破防了，他歇斯里的大喊大叫，坚称莱德刚才明明已经死了。伊万杰林冷笑着走上前，直接当众拆穿了他的伪装，质问他既然连心跳都没确认过，凭什么如此肯定莱德已经没命了？除非他从一开始就盼着孩子死。被戳中痛处的侯爵弟弟恼羞成怒，大吼着这是家务事，让外人少管。然而还没等他继续嚣张，加百列就带着骑士团压了上来，冷冷地警告他放尊重点。加百列当众宣布了伊万杰林的身份，他不仅是罗汉森家族的千金，更是托腾夫人亲自监护的贵客，而加百列自己就是他初次设交舞会的男伴，有骑士团长和托腾夫人撑腰，伊万杰林的身份根本不容置疑。侯爵弟弟被这强大的气场压得连连后退，再也说不出半句反驳的话。伊万杰林微笑着指出，这里唯一的外人其实是那个拿斧头威胁继承人的侯爵弟弟。加百列询问托腾夫人是否需要将侯爵弟弟移交给骑士团，托腾夫人婉言谢绝，表示家族会按规矩自行处理。他打算借此机会彻底清理掉府内所有与侯爵弟弟勾结的同伙。一旁的管家听到这话，顿时吓得浑身一颤。加百列深知此事背后有神殿主教的影子，如果把人带回与神殿关系密切的骑士团，反而容易横生枝节，让他留在侯爵府接受清洗确实是更好的选择。于是他表示随时愿意提供帮助。风波暂时平息，托腾夫人看着忠心耿耿的女仆，由衷的感谢她拼死保护了自己的儿子。托腾夫人看着女仆，指出她当时抱着莱德时，肯定已经发现孩子没气了，可她却什么都没有多问。托腾夫人有些自责地问女仆，自己逼她去照顾一个死去的孩子，甚至用别的灵魂唤醒莱德，难道不觉得这种做法很可怕，甚至是在亵渎神明吗？女仆听后神色平静，主动提起了自己的家乡，在那里曾有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奶奶，整天在背上绑着一个玩偶。老奶奶的儿子几十年前去打仗，从此音讯全无，患上痴呆症的她只记得儿子的名字，便把玩偶当成孩子来养，而那个老奶奶正是女仆的祖母。女仆看着托腾夫人表示，即使所有人都嘲笑祖母是个疯子，她也完全能够理解。如果父亲当年能像莱德少爷这样，哪怕只是身体回来，祖母也一定会欣喜若狂，因为这总比抱着一个冷冰冰的玩偶要好。女仆向托腾夫人表示自己完全能理解夫人的做法，并主动请求以后继续照顾莱德。托腾夫人感动不已，当即把儿子托付给了女仆。
另一边，加百列看着眼前的局势，低声询问伊万杰林，这一切是否都如他所愿？虽然死而复生的奇迹确实发生了，但这终究不是一个完美的奇迹。托腾夫人看着眼前陌生的儿子，轻声询问他自己以后该怎么称呼他。被唤醒的莱德拉着托腾夫人的手，解释说伊万杰林平时叫他麦勒克，让夫人用觉得舒服的称呼叫他就行。看着眼前这一幕，加百列突然觉得自己背负多年的沉重玩偶似乎变轻了。他不禁心想，如果能一直陪在伊万杰林身边，自己是不是终有一天也能得到解脱？加百列向伊万杰林郑重致谢，表示自己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刻。为了帮莱德稳固继承人的位子，麦勒克决定暂时留在侯爵府。临别前，他依依不舍地抚摸着马，叮嘱加米金在自己不在时要听话。伊万杰林在一旁看着有些感慨，在罗汉森府邸待了这么久，麦勒克对那里显然已经有了感情。一想到要独自留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他的神情就显得有些落寞。直到托腾夫人过来提醒他注意保暖，看着麦勒克要和托腾夫人扮演母子，伊万杰林心里很清楚，这对占了别人身体的麦勒克来说，绝对是一件无比煎熬的事情。他暗自决定以后要多送点好吃的补偿他。临走前，加百列神色严肃地叮嘱托腾夫人，莱德康复和他们今晚来过的事情，绝对不能向外界透露半点风声，因为神殿的人正暗中盯着这里，必须万分小心。托腾夫人神色凝重地答应下来，表示自己一定会多加防范。加百列与伊万杰林约定明天皇宫见，随后马车在雨夜中疾驰，将伊万杰林送回了府邸。一直在府内等待的拉斐尔见两人归来，连忙上前询问情况，得知监护人的问题已经顺利解决，拉斐尔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终于不用去求自己的母亲了。伊万杰林在一旁暗自感慨，看来拉斐尔的母亲确实不简单。伊万杰林向加百列再次致谢，随后在康纳的陪同下步入府邸。康纳迎上前汇报，家庭教师多琳女士已经到了，要求伊万杰林为明天的皇家宴会学习礼仪。为了不气跑这最后一位老师，伊万杰林决定立刻进屋。此时府邸内，杰利正向女仆赫娜抱怨，多琳女士身上总有一股浓重的药味，随后便动身回房休息。府邸外，加百列也带着拉斐尔启程返回神殿，消失在漆黑的雨夜中。加百列和拉斐尔回到了神殿，迎面碰上了亚巴尼亚主教，对方打趣加百列是不是刚从罗汉森府回来，调侃他竟然对一个女人如此上心。加百列神色平静地解释，明天是皇太子的庆典，也是伊万杰林的社交界首秀，他只是在静心做好准备。亚巴尼亚主教笑着提起，马里克主教已经自荐要当伊万杰林的监护人，看来这位千金确实不简单。拉斐尔在一旁暗骂马里克是个老狐狸，表面装模作样式，则暗中试探。加百列却表示不想麻烦忙碌的马里克主教，因此他已经派人送信给巴尔公爵，请求对方来担任监护人。听到父亲的名字，拉斐尔顿时大惊失色。加百列接着补充，如果巴尔公爵拒绝了邀请，他才会考虑接受马里克主教的提议。随后他转过头叫住了神色慌张的拉斐尔。加百列暗中示意拉斐尔配合自己，随后向亚巴尼亚主教解释自己是担心给主教添麻烦，才急着为伊万杰林寻找监护人。亚巴尼亚主教信以为真，感叹如果巴尔公爵能答应就太好了。加百列借口要整顿圣骑士团，顺势带着拉斐尔告辞离开。离开主教的视线后，拉斐尔忍不住低声质问加百列为什么要对恩人亚巴尼亚主教撒谎。加百列神色平静地回答，主教确实是他的恩人，但他现在只想为伊万杰林做好准备。其实在托腾侯爵夫人的风波平息后，加百列就曾私下找过伊万杰林的部下杰利，向对方提出了一个请求。加百列私下向杰利打听府邸周围是否有眼线潜伏，杰利证实确实有不少人在暗中监视。加百列立刻意识到伊万杰林的行踪正被泄露给神殿。此时府邸内，伊万杰林正向杰利抱怨神殿的纠缠。杰利透露，新来的礼仪老师其实是个受神殿控制的瘾君子，不过伊万杰林表示自己已经妥善解决。杰利向加百列解释，神殿高层经常用昂贵的圣水控制瘾君子，以此来逼迫他们听命办事。加百列记下此事，并请求杰利清理掉周围的眼线。杰利虽然嘴上抱怨加百列爱指使人，但听到这是为了伊万杰林的安全，最终还是答应出手，封锁今天发生的一切消息。杰利和布丁开始清理府邸周围的眼线。加百列深知，一旦今天的消息泄露，马里克主教就会用更危险的手段对付伊万杰林，他必须彻底封锁消息，并打乱对方的计划。加百列私下严肃地警告拉斐尔，暂时不要相信神殿里的任何人，尤其是那些高层官员。与此同时，亚巴尼亚主教因为打探不到消息而暗自焦虑，其实他早就收到了马里克主教的指使，在伊万杰林身边安插了眼线。亚巴尼亚主教此时正陷入焦虑，他安插在府邸的眼线多琳，在成功当上家庭教师后，竟然一次都没有联系过他。多琳对圣水有着极深的依赖，按理说绝不可能背叛神殿。主教忍不住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已经被伊万杰林控制了。眼看马里克主教的势力越来越大，亚巴尼亚为了保住地位，急需立下一件功劳，只能在深夜焦急地写信打探。他在雨夜中苦苦等待着回信，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伊万杰林早已看穿了一切。回到府邸后，伊万杰林开始了礼仪特训，他的动作优雅得无可挑剔，让礼仪老师多琳赞不绝口，直呼这绝对能惊艳皇室。面对多琳狂热的夸赞，伊万杰林表面上有些哭笑表达，甚至怀疑对方是怕被解雇，才故意说这些奉承的话。
不过看着眼前唯一的老师伊万杰林，心里其实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能做到完美，是因为他把系统的属性点全都加在了礼仪上。现在的他只要身体一动，高贵的礼仪就会自动触发。这样一来，就不用担心在宴会上被人轻视了。可看着多琳那崇拜的眼神，伊万杰林忍不住有些自我怀疑：难道自己天生就是当贵族大小姐的料吗？看着眼前疯狂鼓掌的多琳，伊万杰林一时间有些无语。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靠系统拉满的礼仪属性，竟然会产生这种效果。此时的多琳神情近乎癫狂，一边流泪一边拼命拍手。在他的眼里，眼前的伊万杰林高贵神圣，简直就是值得一生效忠的神明。多琳在心中疯狂的呐喊，发誓要永远服从并崇拜大小姐。为了能在这残酷的命运中活下去，他已经彻底沦陷，决定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伊万杰林。窗外暴雨倾盆，多琳在心中默默做出了抉择。雨夜里，罗汉森伯爵神色凝重地赶到府邸，管家敲开房门，向伊万杰林汇报说罗汉森伯爵正在找他。抱着布丁的伊万杰林有些纳闷，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时候找来。窗外暴雨倾盆，伊万杰林与罗汉森伯爵在空旷的餐厅里共进晚餐，餐刀划过盘子的声音格外清晰。伊万杰林一边切着牛排，一边在心里默默吐槽这位便宜父亲，平时总是神出鬼没的出差，今天一回来就非要拉着他吃饭，说是有重要的事情商量。他觉得这老头子实在太自我，以前因为讨厌他而一直躲着，现在却突然摆出父亲的架势，难怪原主最后会变成恶女。看着旁边紧张的发抖的陌生女仆，伊万杰林有些后悔没带黛西或康纳过来。在这尴尬沉闷的氛围中，罗汉森伯爵突然失手打碎了餐盘，看到女仆慌忙道歉清理碎片，伊万杰林无奈地叹了口气，为了防止对方再打碎盘子，便直接让他退下。伊万杰林顺便叮嘱他，以后不要再送带血的肉食，因为自己实在受不了这股腥味。以前这些肉都是康纳和杰利帮忙解决，但今天当着罗汉森伯爵的面，他没法让人代吃，也不想被扣上挑食的帽子。见女仆的手受了伤，伊万杰林特意叮嘱她去找管家包扎，女仆感激地退了下去。伊万杰林看着桌上的肉，心想以后要是能直接上水果沙拉就好了。这时对面的罗汉森伯爵突然开口，感叹伊万杰林现在变得体面多了，甚至说他终于像个正常人类了。听到这莫名其妙的评价，伊万杰林顿时一脸无语。伊万杰林这才明白，便宜父亲是觉得他变规矩了。他顺着话茬表示，这多亏了父亲安排的礼仪老师。罗汉森伯爵叮嘱他，在明天的皇家宴会上要守规矩，并透露自己也会出席。伊万杰林顿时警惕起来，生怕这老头要和自己一起入场。看着眼前冷淡的父亲，伊万杰林主动提起，两人自葬礼后就再没见过面。罗汉森伯爵脸上闪过一丝愧疚，这让伊万杰林在心里暗骂渣爹。伊万杰林有些不耐烦，质问他特意安排这顿晚餐，难道只是为了警告他守规矩？罗汉森伯爵却突然提起霍萨金公爵也会出席宴会，要求他借机拉拢对方。伊万杰林立刻想起，那是原主母亲的家族，而根据母亲留下的日记，罗汉森当年对母亲的态度极其恶劣。罗汉森当年私吞了母亲的嫁妆，两家早就断绝了关系，现在居然要他去收拾这个烂摊子。罗汉森伯爵接着透露，霍萨金公爵已经时日无多，伊万杰林完全有资格继承他的巨额遗产。伊万杰林在心里大骂渣爹无耻，原来这老头打的是财产的主意，但他表面上却露出恶女的微笑，故意装作柔弱的表示，不知道公爵大人会不会喜欢自己。罗汉森伯爵看着他，笃定地表示，他现在和阿玛兰莎长得一模一样，公爵见到他一定会大受震撼。听到阿玛兰莎这个名字，伊万杰林觉得有些耳熟。罗汉森伯爵尴尬地解释，那是他母亲的名字。伊万杰林在心里直呼大意，毕竟他现在是失忆状态。不过这也让他想起储藏室里那幅有些异样的肖像画，画中人确实比他看起来更温柔，那应该就是他名义上的母亲了。看着罗汉森伯爵的态度，伊万杰林忍不住暗自吐槽，这难道是要开启家族悔恨剧本？现在才来搞父爱泛滥，是不是太晚了？他可不是需要抱抱的乖宝宝，而是准备大干一场的恶女。不过这也让他意识到，明天的皇家宴会将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伊万杰林突然灵光一闪，想起原著里原主确实听从了罗汉森伯爵的命令，跑去接近外祖父霍萨金公爵，但外祖父很快就看穿了他的野心，直接剥夺了他的继承权，转而收养了康纳，最后康纳还顺手把他给收拾了。回到现实，罗汉森伯爵见他不说话，便主动提出把这当成一笔交易，只要他答应拉拢公爵，想要什么条件尽管提。伊万杰林心想，自己最想要的其实是保住小命，但既然这便宜老爹给不了，那还不如要点实际的物质好处。于是他优雅地表示自己会考虑一下。罗汉森伯爵听完站起身，叮嘱他吃完饭去一趟办公室，说是有东西要送给他。看着父亲离去的背影，伊万杰林忍不住有些疑惑。伊万杰林来到办公室，罗汉森伯爵递给他一把华丽的佩剑，叮嘱他明天一定要带去宴会。伊万杰林接过佩剑，怀疑这与拉拢霍萨金公爵的计划有关。罗汉森伯爵解释，这只是送给皇太子的装饰性礼物。为了以防万一，伊万杰林决定找相熟的骑士检查佩剑。罗汉森伯爵对此不置可否，并表示自己会单独前往宴会，叮嘱他按时入场，不要引人注意。看着父亲交代完事情就急着离开，伊万杰林忍不住出言调侃他行色匆匆。
罗汉森伯爵冷冷地表示自己不想在这个地方多待，并警告伊万杰林别再送那些写着诅咒的纸张。伊万杰林却微笑着反驳说，那明明是母亲日记里最真挚的爱意。罗汉森伯爵停下脚步讽刺道，你连阿玛兰莎的名字都不知道，居然还装作很关心她。伊万杰林则用诗意轻松敷衍了过去。罗汉森伯爵头也不回地离开，独自走在冰冷的走廊中。此时的他满脸惊恐，冷汗直流。他在心中恐惧地意识到，那个绝对不可能是人类的怪物，已经完全适应了伊万杰林的身体，此刻正披着人皮甲装成人类。而此时的房间里，伊万杰林神色自若地坐着，女仆则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罗汉森伯爵惊恐地发现，连女仆也开始被同化，整个公馆正逐渐被那个怪物掌控。他根本无法理解对方的真正目的。看着那双冷酷的红色眼睛，罗汉森伯爵只觉得脊背发凉。他一刻也不想在府邸多待，只想立刻逃离这个诡异的地方。他急匆匆地走在黑暗的走廊里，可脑海中却不断回想着那些对伊万杰林的狂热崇拜与赞美，这让他更加感到毛骨悚然。罗汉森耳边充斥着狂热的赞美声，新来的多林也已彻底沦陷，一边流泪一边机械的鼓掌，脑海中还回想着伊万杰林不容违抗的警告。极度恐惧的罗汉森再也无法忍受，推开大门，狼狈地冲进暴雨中，在雨夜里拼命狂奔喘息。他惊恐地发现公馆的樱花树在花期过后不仅没有枯萎，反而开得比以往更加诡异茂盛。他害怕自己迟早也会被这股力量彻底吞噬。罗汉森下定决心，必须把那个怪物赶出去，因为这是他摆脱恐怖存在的唯一机会。社交界首秀舞会的日子终于到了，窗外依然暴雨连绵。康纳看着大鱼有些担忧，生怕泥水弄脏伊万杰林华丽的礼服。正在梳妆的伊万杰林笑着安慰他，表示自己会多加小心。此时赫娜正站在身后帮他整理发型，可就在发型完成的瞬间，赫娜的手突然剧烈颤抖起来，她仿佛看到了极其恐怖的画面，脸色惨白的失控大喊。为了赶制这次宴会的礼服，设计师米莎几天没合眼，直接累瘫在房间里。康纳只能像拖尸体一样把他带去客房休息。看着这一幕，赫娜有些好奇地问伊万杰林，为什么从刚才起就一直在撕书？伊万杰林笑着表示，这是准备在宴会上送给父亲的礼物。其实这本厚厚的日记是他母亲留下的，里面写满了对罗汉森伯爵的诅咒。当初伯爵害得母亲与娘家决裂，现在却还有脸让女儿去争夺遗产。之前为了威胁伯爵听话，伊万杰林每次都会撕下几页诅咒信，如今这本日记只剩下一个空壳。他决定等宴会结束就彻底解决掉这个便宜父亲。同时他还打算在府邸里搜寻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藏有召唤阵的日记。而此时皇家宴会的大门已经缓缓开启，就在伊万杰林准备出发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原来是今天负责护送他的骑士加百列。得到允许后，加百列推门走了进来。伊万杰林大方地站起身，询问他自己今天的这身装扮如何。看着眼前盛装打扮的伊万杰林，加百列一时间有些看呆了。他由衷的赞叹伊万杰林美的就像坠落人间的繁星。听到这番直白的夸奖，伊万杰林忍不住笑着调侃他，说他现在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其实自从伊万杰林拒绝了加百列的告白，两人的关系就一直有些微妙和尴尬。但今天为了这场重要的宴会，他们必须暂时放下隔阂，共同出席。伊万杰林心想，解决完托腾侯爵夫人的事情后，加百列似乎恢复了正常。之前他突然变得疏远，确实让他有些担心。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支持他的人屈指可数，两人在相处中也多了一些依赖。虽然加百列的感情让他有些不自在，但为了活下去，必须维持他的好感。这时，加百列递上一个精致的盒子，解释说现在的首秀舞会流行佩戴花卉饰品，所以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份礼物。伊万杰林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朵用红宝石雕琢而成的花。看着这朵精美的红宝石花，伊万杰林由衷地赞叹她的美丽，并主动邀请加百列帮他戴上。加百列显然有些受宠若惊，但还是立刻答应下来，准备为他戴上花饰。他小心翼翼地将红宝石花戴在他的发梢，手指轻轻拂过银白色的发丝。伊万杰林微微侧过头，笑着问他这朵花是不适合自己。加百列看着眼前明艳动人的他，一时间有些失神，连心跳都漏了半拍。他轻轻执起伊万杰林的手，在手背上落下一吻，由衷地赞叹这朵花非常适合他，并表示他总是能带给自己意想不到的惊喜。平复了一下紧张的心情后，加百列微微躬身，正式邀请伊万杰林出发前往宴会。此时公馆外大雨滂沱，马车已经在大门前等候多时。伊万杰林和加百列乘马车离开后，公馆里只剩下几个非人的存在。趴在沙发上的杰利抱怨外面太吵，不耐烦地询问那个碍事的人类是不是该直接处理掉了。在他看来，等皇家宴会一结束，那个人就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留着也是个累赘。站在窗边的女仆康纳却出言阻止，表示现在还不能动手，因为还有人在寻找他的下落。如果贸然让他消失，反而会给伊万杰林惹来麻烦。一旁的布丁正释放着魔力，听到康纳的解释，杰利也觉得有道理，决定等大家都把这事忘了，在神部知鬼不觉地清理干净。此时在漆黑的雨夜中，伊万杰林乘坐的马车正缓缓前行，而布丁的蓝色眼眸中正倒映着无数只诡异的眼睛，在暗中默默监视着马车的一举一动。杰利向布丁确认伊万杰林是否已经前往皇宫，得知布丁打算一路暗中尾随，杰利忍不住吐槽他是个跟踪狂。被戳中痛处的布丁直接一巴掌将杰利拍飞，两人随即像猫狗一样互相嫌弃起对方掉毛的问题。此时布丁察觉到皇宫方向正散发着令人不安的诡异气息，他
他十分担心伊万杰林的安危。布丁决定亲自跟过去，并命令杰利留下来看守公馆，随后便化作一团黑雾消失在房间里。被留下的杰利看着空了的容器，无奈的吐槽布丁真是精力过剩。杰利一边抱怨布丁多管闲事，一边想起伊万杰林交代的任务，要他去喂食麦勒克。他找到康纳，要了一些收集好的樱花瓣，准备带过去。一旁的赫娜听到后，主动提出替他去一趟托腾侯爵岭，说想顺便看看麦勒克的情况，还想和那里的维瑟多聊聊。杰利顺手把装满樱花瓣的瓶子交给赫娜，赫娜道谢后便动身前往托腾侯爵岭。此时在漆黑的雨夜中，伊万杰林和加百列乘坐的马车正朝着皇宫缓缓驶去，车厢内一片死寂。伊万杰林觉得有些尴尬，不明白气氛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沉闷。他忍不住偷偷打量起旁边的加百列，心想这家伙平时就够帅了，今天盛装打扮更是帅得有些犯规。正当他盯着加百列的睫毛出神时，加百列突然开口提醒他这次的行动目标是找到受话做影响的人，并解除对方身上的诅咒。伊万杰林点头表示记得。说话间，马车已经抵达皇宫，原本连绵的阴雨竟然在瞬间放晴，天空中挂着一轮诡异的红月。这反常的天气让伊万杰林感到不安。加百列扶着伊万杰林走下马车，周围却传来阵阵嘈杂的议论声。伊万杰林敏锐地察觉到不对劲，低声提醒加百列，皇宫里似乎刚刚发生了什么变故。宴会厅外宾客们交头接耳，紧张的气氛在空气中弥漫。不远处的骑士正在强行搜身，加百列在一旁低声解释，这是在排查所有入场人员。伊万杰林认出那是神殿骑士，不禁疑惑皇室骑士的去向。加百列解释，因为皇帝信任神殿，所以搜身工作由神殿骑士协助，皇室骑士则负责内部安保。托腾侯爵夫人主动上前问好，伊万杰林关切地询问孩子近况，夫人微笑表示孩子已经好转，自己这才能抽空来参加宴会。伊万杰林轻声送上祝愿。这时拉斐尔快步走了过来，加百列立刻上前询问情况。拉斐尔汇报目前一切正常，但马里克主教今天并未出席，只是托人传话下次再来拜访。加百列听后陷入了沉思，他明明对侯爵领的事严格保密，主教又是从哪里得知消息的？伊万杰林暗自提高警惕，向侯爵夫人打听起这位主教。听到马里克的名字，夫人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她咬牙切齿地表示当然认识，当初就是这位主教下达禁令，不准任何人向他出售圣水，任凭他如何哀求哭诉，对方都以不能浪费神力为由，冷酷拒绝救治他的儿子。这种虚伪无情的做法，让夫人至今都无法释怀。伊万杰林轻声安慰失落的夫人，夫人叹气表示不用担心，多亏了伊万杰林的帮助，儿子现在已经彻底痊愈。这时神殿骑士尤里尔和米歇尔走来，尤里尔公事公办地表示，所有宾客都必须接受搜身，希望伊万杰林也能配合。加百列立刻上前一步，主动提出由自己来负责检查。伊万杰林忍不住出言调侃，问他是不是要亲自摸身检查。虽然自己不介意被检查发誓，但直接搜身还是有些不太合适。这番话瞬间让加百列红了脸，一旁的同僚也露出微妙的表情。加百列慌忙解释自己没有恶意，赶紧把检查交给了女骑士尤里尔。伊万杰林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觉得这个纯情骑士实在太好逗了。尤里尔引导他接受检查，顺便询问他是否带了贺礼。当看到伊万杰林腰间的佩剑时，尤里尔顿时警惕起来，表示宴会现场严禁携带武器。伊万杰林解释这只是装饰剑，而且加百列之前已经核实过。尤里尔这才稍微放松警惕，拿过佩剑准备进行例行确认。看着周围格外严格的盘查，伊万杰林在心里暗自吐槽，为了不耽误夫人的时间，他主动提议让夫人先进去。骑士在确认佩剑无误后，将其归还给了伊万杰林。随着司仪高声宣告身份，加百列带着伊万杰林步入大厅。两人刚一亮相，就吸引了全场目光。加百列低声询问他是否不是，伊万杰林还没来得及细说，罗汉森伯爵的声音突然传来。罗汉森伯爵笑着迎了上来，主动向加百列打起招呼。加百列礼貌的躬身自我介绍，表示自己是第一次与伯爵见面。罗汉森拍了拍加百列的肩膀，压低声音在耳边嘲讽说，被伊万杰林这种怪物缠上，加百列的命运也足够悲惨。接着他又当众调侃起传闻，笑话加百列是个为爱变傻的骑士，随后叮嘱他照顾好女儿。临走前，罗汉森低声警告伊万杰林，问他有没有忘记之前的指示，去接近霍萨金公爵。伊万杰林平静地表示没忘。罗汉森冷酷地提醒他别忘了自己该付出的代价。伊万杰林听完只是意味深长地一笑，看着罗汉森心虚溜走的背影，伊万杰林其实早有准备，顺手把诅咒符塞进他的口袋，保准他今天倒霉透顶，当众出丑。目送伯爵离开后，加百列觉得他们父女关系挺好。伊万杰林表面上随口敷衍，心里却吐槽他是不是眼神不好，这怎么看都像是塑料父女情。根据日记里的记载，罗汉森伯爵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原主非常爱自己的母亲，对这个虐待母亲的父亲恨之入骨，两人的关系早就彻底破裂。托腾侯爵夫人这时走了过来，提议带伊万杰林去向皇太子请安，并顺便介绍今晚出席的皇室成员。夫人指向主桌的方向，透露今晚只有皇太子和皇孙出席，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奥拉托里奥，因为他表现极其优异，甚至传闻皇帝打算隔代传位。夫人一一指出他们的位置，正中间的是皇太子劳德斯，旁边是备受瞩目的奥拉托里奥，左侧是杰里迈亚，
和特内布雷。一旁的加百列听者介绍陷入沉默。加百列看着前方的皇太子，低声呢喃。伊万杰林突然伸手捂住了嘴，似乎察觉到了某种异常。加百列有些关切地出声询问。伊万杰林很快收敛起神情，笑着向侯爵夫人致谢，随后提议直接上前请安。两人走到皇太子劳德斯面前，向他致以30岁生日的祝贺。皇太子打量着眼前的伊万杰林，缓缓说出了他的名字。但在皇太子的眼中，此刻的伊万杰林浑身缠绕诡异气息，正如传闻中所说的那样，简直就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在皇太子劳德斯眼里，眼前的伊万杰林根本不是人类，而是一个被赋予生命的诡异雕像。大厅里所有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让他感到无比压抑。劳德斯紧张的冷汗直流，死死抠住椅子的扶手。他强装镇定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客套表示他能出席是自己的荣幸。伊万杰林微笑着回应，随后拿出一把匕首作为贺礼。在劳德斯惊恐的注视下，他突然俯身逼近，紧接着鲜血四溅，